1962，为了救未婚妻，赤手空拳打死了只狼。只因上一世江东是村里出了名的窝囊废，而同村的沈月则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大美人，所有人都在背后议论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。于是沈家人便开出了一系列堪称刁难的彩礼的条件：36条腿，12把斗。前世听到这些个条件之后，他以找吃的为借口，将沈月骗到了秦岭深山上，打算来一出生米煮成熟饭。也就是在山上，两人对着眼冒绿光的野狼。恐惧之下，少年出去的选择了逃跑。救命啊！我不想死。江东瞳孔猛地一缩，爬了起来。既然老天爷给了他弥补的机会，这一世他一定要救下自己最心爱的女人。沈月，等我！那是一个蜷缩在树上的姑娘，18、19岁的模样，一张面黄肌瘦的小脸被寒风吹得煞白，但仍掩饰不住其精致漂亮。单薄的身躯更是死命抱着一根树杈，瑟缩着不断哭喊：“沈月，我来了，别怕！”你怎么回来了？作为女人，在面对生死的那一刻，她决定要托付一生的男人，却窝囊至极的丢下她独自逃跑。沈月心里满是五味杂陈的酸楚。哼，你滚！我不要你回来，你不是怕吗？那你还回来做什么？滚啊！当这个畜生趁自己不备开始撕扯他衣服的时候，他就知道自己错了。他真是瞎了眼，居然愿意相信这个混蛋。月儿，你先下来，刚刚是我昏了头，我不该对你做那些，我先带你下山，等回了村子，要打要骂，我保管一句话都没有。犹豫了半晌，沈月缓缓松开了树杈，身子却猛地僵住，无比惊恐地举着江东的身后。江东只觉得背后一阵寒意，汗毛倒竖，凭借前世的本能就地一鼓。与此同时，腥风袭来，一道寒风几乎擦着江东的后背，猛地窜了过去，背上的衣裳被扯开一道口子，寒风一股脑地窜了进来。他连忙爬了起来，终于看清了那是什么，一对绿油油的眼睛，灰色的皮毛，森白的獠牙伴随着低吼显得更加狰狞。下次的扑击是之前的那头狼，小心啊！即便是吓得面无血色，沈月还是担心江东安危。江东心中淌过一阵暖流，这么好的姑娘，前世的她当真不是个东西。你别管我，躲在树上，千万别下来。如果没有前世那些在山林里摸爬滚打的经验，她的腿或许早就被吓软了。但现在她饿得同样两眼发昏，那突然游走的野狼在她眼中分明就是上等的口粮，到底是谁饱餐谁还说不定呢。野狼朝着江东破出的树枝直接刺穿了野狼柔软的肚皮，伴随着江东怒自欲裂的拼命抵着树枝，看着野狼的挣扎越来越弱，也不敢有丝毫松懈。终于，挣扎的动作停了下来，江东脱力的倒在了地上，野狼的尸体就压在他身上。一股温热的液体淌进嘴巴，真暖和。树上的沈月此刻已经彻底僵住了。江东这家伙竟然赤手空拳打死了一只狼！如果这件事不是当着他的面发生，他打死都不会相信，这还是他认识的那个江东吗？快下来，咱们回去吧。你就算生气，也不至于打算在树上过冬吧？劫后余生，江东却不敢放松。他知道狼是群居动物，素来不会独自狩猎。虽然现在打死了一头，但说什么时候就会冒出一群，他可不想刚重活一次，就又给狼群填了肚子。莫约2个小时后，终于由稀稀拉拉的土坯房组成的村落远远进入了视线，一直到了村口，江东顿住脚步，这狼我先带回去，等回头割了肉给你送些来。当时给之前混账的，我赔不是了。江东居然要把狼肉分给自己，要知道，不光是他，整个村子至少有一大半人连肚子都吃不饱，多少人已经一整年没闻过肉味了。沈月，我对你是真心的，我知道以前的我很不是东西，但你就当以前的江东死在山上了。我发誓，我一定会凑够彩礼，把你娶过门。我江东这辈子一定让你幸福。一时间，沈月怔愣在了原地，待回过神来，江东的身影已经走远，朝着他家的方向去。走了许久，江东看到村西头的一户篱笆院，这就是江东记忆中养了他20多年的家。只是刚进院门，就听到屋内传来争吵。大嫂，你这样可就不厚道了。当初见你们粮的时候，说好了还的时候要算利头，若不是看你们孤儿寡母的可怜，你觉得当初我能把粮借给你？江东的二叔江保国皱着眉头，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，而他的面前则站着一个两鬓斑白的妇人，眼角噙着泪水，气得直拍胸口。江保国，我家男人不在了，你就敢这么欺负人，是吧？我们家好几天没米下锅了，哪有粮给你？再说了，欠你们的粮早就还清楚了，现在你又来找我们要。妇人不是旁人，正是江东的老娘任春梅。二婶孙曼丽叉着腰，皮笑肉不笑道：大嫂，你这话就不对，现在谁家不困难，咱们不得讲道理，就你还得那些烂芋头、破苞米，这都是什么？我们当年借给你的，那可都是白花花的大米，怎么现在不认账了？少在这装可怜。没错，我今天就把话撂着，今天这粮必须还。快说，你把粮食藏哪了？我也不想折腾，不然欠粮不还，我看你以后在村子还怎么做人。江东脸色略微阴沉了几分，他当然记得眼下是怎么回事。去年的时候，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，老娘厚着脸皮找二叔家借了些粮食，为了还上粮食，他们娘俩省吃俭用，可到头来，这厮竟然说之前还的那些还不够，逼着老娘再拿粮食出来，不给粮食就弄臭他的名声。任春梅老实巴交了一辈子，最重清白，于是把家里过冬的粮食给了出去。结果年事已高的老娘却没扛过冬天。粮食我没有，有本事你们把我命拿走好了。姓任的，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不拿粮食出来，不拿出来，你们想怎么着？你小子又上哪野混了？这么晚才回来，野狗都比你顾家，你还有脸说话？你算什么东西？我怎么样轮得到你们指手画脚吗？
混账文艺！你老子就是这么教你跟长辈说话的。你一天天好吃懒做，我们老姜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。我跟你妈大人在这说话，什么时候有你说话的份了？说完了吗？说完马上从我家滚出去！江东看也没看几人，拖着个什么东西就走了进来。想跟公社告状就去吧，顶多把粮食交给公家。这个冬天我们娘俩大不了饿死，但是你们记住，我死之前一定拉着你们一家垫背。你们不信可以试试。1962年，我赤手空拳打死了一人。当我拖着战利品回到家时，正好目睹恶毒的叔婶正在逼迫我娘交出家中的粮食，否则就弄臭她的名声。当他们看到我满脸血迹和手中的狼尸时，气氛瞬间凝固。孙曼丽哪里能想到是这副场景，当场吓得就尖叫起来。你小子从哪捡来的狼？江保国又惊又怒，毕竟好端端的，任谁看到一个浑身是血的带回来一头狼尸，能不害怕？我上山打的，有问题吗？上山打的？你怎么不说你上天打的？就凭你有那个本事吗？行了，捡来的就捡来的吧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说那么清楚干什么？江东啊，婶儿平时没白疼你吧？这狼肉给我，你家那粮食我就不要了，咋样？说话间，两人疯狂吞咽着唾沫，竟是直接上手，打算将狼拖走。我让你们动了吗？怎么，你家粮金子做的，需要拿一整头狼还？还是说你们当我傻子？江东，二叔这可是帮你，你知不知道私占公家财产到底是什么后果？要是我把这事说出去……闭嘴！狼肉我会给你，但什么时候给你多少，那是我说了算。至于你们爱要不要，不要现在就给我滚！江保国脸色一变，他们忽然想到了江东平日犯浑的性子，不由后退2步。好，那你就等着吧。粮食的事情我不说，但这狼你就等着被批斗吧。说罢，两人怒然离去。儿啊，快给妈看看，你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妈，我没事，这血不是我的。儿啊，你赶紧的把这狼给公社送去，不管你在哪捡来的，还有粮食，你别担心，娘就算是死，也保证你能有一口吃的。任春梅的话让江东心中一阵叹息。都说慈母多半，但这话别人说还行，但江东自己却是没有任何资格去指责。毕竟前世就他那副德行，能在这年头活着，都是全靠老娘苦苦撑着。而他也下定决心，这一世换他来保护老娘，绝不让他在忍冬挨饿，受尽委屈。妈，我真没骗你，这狼真是我打来的。这真的是你打来的？真的，儿子可以发誓。呸！可是我记得你今天不是去找沈家丫头去了吗？你怎么知道？难不成今天的事情被老娘发现了？虽然是前身干的，但要是老娘知道他儿子我今天险些干了禽兽勾当。哎，儿啊，你那点心事娘怎么猜不到？但是你也知道沈家的要求以咱家的条件。江东终于松了口气，原来是担心这个。于是乎，江东将今天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任春梅，只不过省略了前半部分，只说是两人上山找吃的，结果不小心遇到狼了。妈，你放心，彩礼的事情儿子自己能解决。你可不能再胡来了，今天算是你命大，那山上是一般人能去的吗？娘不求你有啥出息，你就平平安安的，娘就放心了。任春梅这句话倒也不是危言耸听，毕竟哪怕是这个年头，村里也没几个人敢跑去山上找吃的，就算真的有胆子去的，多半也没命下来。狼群、野猪、黑瞎子，普通人随便碰着一样，那基本上就可以闭眼等死了。妈，我饿了，你把这狼肉割卸下来，咱们晚上炖一锅行不？好，娘这就给你炖。任春梅说着便走到床下，拖出来一口铁锅，然后朝着出去。看到这一幕，江东忍不住直叹气。如果重活一世，混得连饭都吃不饱，那还有什么念头？上山，这是此刻江东唯一能想到的出路。秦岭10万大山，山鸡、野兔、跑山猪，什么吃的没有？各种山珍海味、野生资源就放在那里。凭他的本事，那几乎就是个天赐的宝库。就在江东盘算着接下来的安排的时候，不多时，屋内已经飘起了炖肉的香味。儿啊，快吃吧，这狼可是你拼了命才打回来的，你快多吃些。江东将家里唯一一个碗又推到了任春梅面前。妈，你先吃。任春梅先是一愣，因为记忆中这还是江东第一次主动孝顺她。妈，愣着干嘛？快吃啊！江东自己也不客气，伸手从盆里抓了一块就啃了起来。他已经下定决心，现在日子苦成这样，不如带着老娘去山里享清福。妈，咱们搬到山里住吧。什么？妈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你就信儿子一次。现在公社基本上也没什么活了，村里各家基本都靠自己，照这样下去，什么时候是个头？可是山里……妈，你儿子今天能打到狼，靠的也不是运气，那山里再危险，也总比饿死了强。这次你就听我的，可以吗？行，娘听你的。妈，放心，儿子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搬去山上住，当然不是他异想天开，而是公社却是有这种安排，那就是当巡林员。他盯上这个职位，一来是因为他需要枪，巡林员为了自身安全是允许佩戴猎枪的，而以江东的枪法，他有信心凭借自己的本事，在山里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，甚至养活一家人。于是吃完饭的江东来到了公社大队长的家里。啥？你要当巡林员？娃呀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。秦岭什么地方，你崽子怕是不清楚。别说是你，就是你也还在那个地方，可都不敢乱去。你现在又想闹个啥？这些年，江东干了不少混账事，都
都是张海涛看在其父亲面子上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只是偶尔见了面训斥几句，也都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。此刻听到江东的话，下意识以为这小子肚子里又憋了什么坏水。张叔，我没开玩笑，我真的要当巡林员。不行，就算你要当巡林员，也没有人跟你组队去，而且换班的也没有，难不成你要一直住在山上？我不要别人，就我一个人。你说啥？一个人？这不是胡来吗？你崽子要是在山上丢了命，我咋对得住你爹？再者说了，当巡林员那都是要有硬性条件的，最基本的就是要会使枪。你小子长这么大，连枪都没摸过，真碰到了熊瞎子，胆都能给你吓破，别说开枪了。枪法他也不废话，直接将目光看向了那把挂在墙上的双管猎枪。你干啥？可不敢胡来！他猛地握住枪托，开保险，上膛，瞄准，扣动扳机。这一套动作下来，行云流水，就像是这把猎枪已经在他手上过了无数遍。而见到这一幕，原本准备冲上来的张海涛也顿时愣在了原地。你上哪学的？张叔，现在可以把枪给我了吧？行，枪可以给你，但是你也知道，子弹这玩意金贵的很，我可以给你3发，但是后面你要是还用，那就必须拿打来的东西换。当然，前提是你真的能打到东西。行，就按你说的来。第二天一早，江东背上枪，直接就出了门。东哥1962。空拳打死了一只狼。东哥，听说你昨天打到了一只狼。见到瘦竹竿，江东脸上顿时浮现了笑容，因为此人正是自己的铁杆兄弟李柱。如今重生再见好兄弟，江东二话没说，上前就给了他一个熊抱。操，东哥，你这背后是啥？卧槽！别瞎嚷嚷，没见过枪咋的？卧槽，怪不得他们说你昨天打到狼了，就是靠这玩意吧？咋的？东哥，看你这意思，今天准备干一票大的。怎么不信啊？信，东哥说啥我都信。挖了个八子，今天咱再打头狼回来，从村头扛到村尾，让那帮阮怂瞅瞅什么才叫爷们。秦岭10万大山，进山的路有无数条，但是再往里面走，基本上就只能靠经验了。但很显然，李柱在这方面经验不少。结果回头一看，江东虽然跟在身后，但却丝毫没有落下，甚至侦查辨位，看上去竟是比他都更要熟练。不愧是我东哥，明明没见过几次山，竟然就这么行道。可就在这时，江东猛地顿住脚步，李柱随后也意识到了什么，两人几乎同一时间猫到了一丛灌木后面，就见不远处一个黑乎乎的巨大身影正在地上不断扒拉着什么，油光水滑的毛皮和那硕大的脑袋，几乎看了只让人发怵。那竟然是一头黑瞎子，熊肉可是一笔不菲的收获，而熊皮熊掌更是能在这个寒冬腊月里换取一些难得的物资。东哥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正面硬拼肯定不行，我们得智取。他环顾四周，脑中渐渐形成了一个计划。你有没有带铁夹和麻绳？李柱赶忙点头，从自己的背包里翻出了一个老旧但结实的铁夹和一捆粗麻绳。他目光闪动，似乎已经猜到江东的用意。我们可以趁熊不注意，在他常走的小路上设一个陷阱，先进洞的蟹见不得尾巴，我们引他过来，再用铁夹夹住，力求一击致命。李柱吞了口唾沫，点点头，心底涌起一丝激动。行，那我们就照这个计划准备。李柱边说着，开始用刀小心翼翼地清理地面的积雪，露出下面的泥土。两人分工明确，江东负责挖陷阱，而李柱则负责设置铁架。东哥，以前还不知道你还会做陷阱呢。以前看见村里的老猎户折腾过，只是有点生疏，不知道好不好使了。江东嘴角微扬，但目光依旧警惕地盯着那头依然在远处翻找食物的黑熊。一切准备妥当，江东在陷阱上用枯枝和落叶做了简单的伪装，然后和李柱一起小心地撤回一旁观察。他庞大的身躯踩在雪上，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。江东紧紧握住猎枪，虽然心中明白用枪打熊太过冒险，而且子弹有限，但这时不由自主地觉得握住枪有几分安心。来了来了！李柱小声提醒道，他的手心已经有些冒汗。黑熊慢慢迈着步子，逐渐靠近他们步子的线。就在他的前爪即将接触半绳的一瞬间，突然他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停下脚步，习惯性地用鼻子嗅了嗅空气。坏了！关键时刻，江东却异常冷静，他用手肘轻轻碰了碰李柱，示意他不要轻举妄动。果然，黑熊嗅了几下后，并未觉察到异常，继续低头警惕。半绳被触动，铁夹豁然弹出，锋利的金属熊口中震动，受伤的黑熊原地挣扎，扬起了前爪，激起一片血。江东果断地举起猎枪，瞄准黑熊的心口位置。上左边。好。李柱反应极快，迅速从另一个方向绕过去，准备诱导黑熊分散注意力。子弹精准地射入黑熊体内，发出痛苦的吼叫。江东不敢怠慢，立即从腰后的弹药袋里取出第2颗子弹上膛。黑熊也因受伤的拼命企图挣脱铁夹的束缚。李柱趁机从侧面用手中的铁叉反戳黑熊，试图给予致命一击。第2颗子弹击中了其身体后，黑熊的动作终于渐渐减弱，鲜血染红了周围的积雪。干得漂亮！江东放下枪，长出一口气。东哥，真有你的！这么大个的黑瞎子，竟然被我们干掉了！哈哈哈！今天真的是太值了！黑熊的熊掌、熊胆、熊肉，以及可以用作过冬裹身的熊皮，回去之后，咱们用这些东西能换不少口粮和日用品吧？是啊，咱们这次的收获够大，不过收拾起来也得费一番功夫。两人随即开始处理猎物，然后用周围的树干和绳子打造了一个简易的拖车。走吧，回家。江东娃打了一头黑熊，我不信，就江东那小子打得了一头熊。人群中，一个尖锐的声音叫嚷着：“是二叔江保国。”他显然对两人能有这样的收获心怀不满。
江东，你这熊是在哪捡来的？不会是山里冻死的吧？二叔，这可不是捡来的，我们设了一个陷阱，这可费了老大的劲。你们哪有那个本事？这可是一头大黑熊，你当是兔子呢？那您当真不信？哼，小子，你要真能说出个1、2、3来，我倒佩服你。看到对方一副倨傲的模样，江东不再多言，从身上摸出随身携带的口袋，里面有一些山上的小东西，是他们布置陷阱时用的。这是一根半绳，还有这个铁夹子，是我从李柱家借来的。我们在黑熊常走的路上挖了陷阱，然后用铁夹配合半绳做了一道机关，只要黑熊路过，就能触发陷阱。当然，最重要的还是我手里这把枪。他一边说，一边绘声绘色的比划。违停的村民渐渐安静下来，显然被江东巧妙的捕猎技巧所折服。起初黑熊还很警觉，迟迟不肯上钩，但我们耐心等待，最终还是成功了。江保国脸色变了几变，他没预料到二人能解释得如此详细，且看起来合情合理。这样一来，倒让他一时无从反驳。好小子，真有你的！这么精妙的陷阱能对付黑熊，以后咱村可有福了。是啊，是啊，有江东这样的能人，以后进山再不怕没有收获。见众人的态度转变，江保国的脸色尴尬的厉害。江东这次做得不错，没给我们老江家丢脸。江保国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，尴尬的转身离开。黑熊尸体庞大，仅靠江东和李柱二人自然无法快速完成分割。村民得知消息后，纷纷赶来帮忙。大家辛苦了，等会儿谁家需要就来分些肉回去。既然东子这么说了，我就给家里小崽子带点肉回去，他们也有口肉吃。还有我，能分一点吗？家里的老人好久没闻过肉腥了。哇哦，谢谢你啊，东子。随着最后一块熊肉被送出，帮助分割的村民也逐渐散去。东哥，今天可算大丰收了，剩下的这些你计划怎么处理？带回家，一起用盐巴腌起来。江东推开院门，看到任春梅已在锅里烧好了水，显然正在等待他们的归来。妈，俺回来了。碰到这个闹饥荒，连饭都吃不上的60年代，为了让老娘每天都有肉吃，我不冒着生命危险上山捕获了一头熊瞎子回来。妈，俺回来了。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是不是累坏了？没事，有柱子帮忙，收获可不小。江东将布袋放到地上，掀开布袋的一角，露出鲜红的熊肉。这些肉够我们吃上好几个月了。妈，我准备用盐把它腌起来，这样能放得久些。任春梅点点头，与江东和李柱一起开始忙活。三人配合默契，不多时便将所有的熊肉码放整齐，满满当当的塞满了大缸。东哥，要不以后咱俩多进山几趟，再多打些猎物，让村里人都能过个好年。好啊，等天再暖和些，我们再去一趟。柱子，来都来了，饭也快好了，不如在我们家吃顿便饭再回吧。李柱本想拒绝，但转念想今日劳动一天，确实有些饿，便腼腆的答应了。肉香味熏的李柱直咽口水，眼里都冒绿光。快吃吧，咱以后肯定能天天吃上肉。江哥有啥事尽管说，我就指望你带着兄弟吃香喝辣的。饭吃完，江东拎着多出来的熊肉去了供销社。以前看他窝囊，对他爱答不理的江婶脸上眯着笑，主动跟他打招呼。小江，谢谢你给的熊肉，我家总算是见点荤腥了。江东笑呵呵点头。江婶一听他是来换粮食的，把面上的粮食拿完，又从角落摸出一袋米和几颗菜递给江东。这是我藏着打算让我男人明天来换的，看在熊肉的份上，分你一点，你可别跟其他人说。放心，江婶，我肯定不跟别人说。离开供销社，江东掂了2下手里的粮食，咂巴嘴，真少。活了2辈子的江东第一次体验到什么叫有钱没处花，看来不能光指望从供销社换粮食。江东拎着剩下的熊肉直接去了公社。张叔，你就直接把你手里面所有枪子都给我吧，肉不够我再回去拿。张海涛坐在公社里边，早就听说江东的事了，现在亲眼看见，还是觉得神奇。你小子是不是走沙狗屎运了？啥呀，我这可全靠实力。所以张叔，巡灵园的事不行，我这心里头还是不放心。张海涛看着他，最后拿了一盒子弹出来，省着点用，巡林园的活交给你，我还是不放心。你再多进林子几次，我再看看。行吧。江东原本也没指望这一回就把巡林园的活给确定下来。张叔，这盒都没满，看着也不多啊，我这熊肉起码能值3块钱呢。放心，亏不了你，等我再有就给你送去。这还行，那张叔我走了。江东抱着盒离开，把供销社换的粮食放家里，跟任春梅打声招呼，就带着猎枪捕兽加上山踩点去。江东在一棵树下站定，向四周望着，突然一声狼嚎打断他的思绪，他猛地向远处一望，几只冒着绿光的狼。不行，我得赶紧把这些狼给解决了。江东拎着猎枪转身往坡上走，到了高处，他在四周布下捕兽夹，半蹲在大树后面，一头狼脸上，最后挣扎2秒，直挺挺倒在地上。另外3匹狼听见声音，迅速向四周跑开，引入山林中。江东拿着猎枪，眼睛死死盯着其中1匹狼，又是一枪解决。狼嚎声东边传来，江东拎着枪往东边跑，可不能让狼嚎把狼群引过来。很快锁定藏在东边的狼，就在江东举起枪时，一道红色的影子身侧窜出。我操，是另一匹狼！江东迅速放屁开枪，把子弹开在狼头上，一下一下的砸上去，狼血飙在四处。江东根本不敢停手，直到整个狼头都一片血肉模糊。江东又迅速起身，他可记得还有1匹狼呢。江东重新握起枪，竖起耳朵听着四周的声音。身后有捕兽夹的声音，江东有些意外，拿枪走到声音传来的方向，一只狼背着兽夹在后退，即便能看出这只狼的愤怒，他前世可遇见过愤怒的狼，那真是不管不顾。江东立马止住脚步，再向前走，果然后腿，血盆大口扑上来要咬江东。
聪明是真聪明啊，还知道偷袭。江东收完捕兽夹，分了2次把狼食都拖了回去。这么多肉，咱家就算一天吃2顿，过了冬天恐怕还能剩不少。可不是。娘，这些肉我打算分出点去找不缺粮食的人家换点粮食。不行，你这跟做小买卖有啥区别？要是被抓着吃枪子，我可咋整？放心妈，我这不是做生意，那吃枪子的事我可不干，我就是拿东西看望邻里乡亲，乡亲们收了东西觉得不好意思给咱回礼，这不正常事。可妈，咱家今年的粮食不少都给二叔他们了，供销社粮食也不多，剩下的粮食咱们得勒紧裤腰带吃才能过冬，就算肉好吃，可光吃肉也不行啊。张叔都说了，老吃肉不吃菜对身体也不好，我还想你能多陪我几年呢。你张叔真说过这话？当然了，我还能骗你不成？张海涛这些年帮了他们家不少，也是村里为数不多识字的，是大家眼里的文化人。任春梅可相信他。江东面上一点都没心虚，实际上这是他上辈子村里来的知青告诉他的。趁着任春梅去分肉，江东想起答应沈月的事。娘，你把那块肋排给切出来，我给沈月送去。任春梅一听是给沈月的，那是半点意见都没有，立马把肋排分出来了。那沈家现在虽然刁难人了点，但以前挺不错的，还帮过你爸。沈丫头性格也好，还给我送过水，你过去别跟他们生气。我知道了妈，我早就想通，不生气了。他们之前刁难我，无非就是因为他们看不起我，觉得沈月跟我得受苦。现在我可不是以前的我了。江东拎着肉，哼着小调，一路走到村里粮食最多的人家。孙叔把门打开，看见他一愣，眼睛瞥见他手上的肉。你这是？孙叔，我刚才去后山打猎，特意给您送来点。说吧，突然给我送肉，想干啥？孙叔，您在村里应该也听过我们家的事。你是说你家让你二叔欺负那事？孙叔表情警觉起来，放在嘴边的水都不喝了。这事我确实听过，你家也是可怜，被害虫缠上了。但我也就是个老头子，帮不了你家什么。你要是想去讨个公道，不如去找大队长。孙叔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为了那个来的，我是想说我家里因为那时粮食不多，供销社的情况您也知道，也没多少粮食，所以我想来找您换些粮食。哎，其实我也不想麻烦您，但是我娘年纪大了，我这才厚着脸皮来找您。江东表情要有多惨就有多惨，就差抹眼泪了。他也不是想卖惨多要粮食，主要是怕孙叔把他的行为往做买卖上联想，这才卖惨，表示自己是逼不得已。这些粮食我自己也吃不完，你先拿去吧。江东接过粮食就知道孙叔多给不少粮食，远超供销社规定的数量，他也没说什么，只是在走的时候又拿了2块肉放在孙叔家脚下。江东把粮食先送回家，又拐弯去了张海涛家。张叔，我今天又打了几头狼，给您送点肉。这肉真贵，我可不能要。张叔跟我客气啥？以前你帮我那么多，加起来可比这肉金贵多了。再说以后我家有啥事，说不定还得来麻烦您呢。您要是不收我，可不好意思来找您。小江，你现在对沈月有啥想法？江东有点诧异，这话题怎么拐到沈月身上呢？他挠了挠头，有点不好意思。跟以前一样呗。张叔，你咋突然问这事？你这意思就是还想娶沈月呗？那你可得抓紧了，我今早看见沈月他妈张罗找媒婆给沈月说亲呢。啥？即说道，上山随后带着狼肉前往张海涛家，才知道自己的未婚妻正被张罗着找媒婆说亲。小江，你现在对沈月有啥想法？跟以前一样呗。张叔，你咋突然问这事？你这意思就是还想娶沈月呗？那你可得抓紧了，我今早看见沈月他妈张罗找媒婆给沈月说亲呢。啥？沈上月还拿彩礼刁难我，咋这么快就要给沈月说亲了？难不成是沈知道邻里那事了？江东匆忙跟张海涛告别，临走前张海涛还抓了几块糖给他。现在小姑娘都爱吃甜的，你带2块还能充充面子。到院子外，刚好撞见沈送媒婆离开，看见他，沈眉毛立马横起来，沈朝他面里的扫帚就往江东身上扑。你个不要脸的，又来缠我闺女！我告诉你，少做白日梦了。有这时间，你不如想想你家咋过冬，活都要活不起的东西。我绝对不可能把我闺女嫁给你这种窝囊废。一旁的媒婆还没来得及走，一听也有点尴尬，干笑2下，脚底生风跑走了。婶子，你这话说的可不对，我早就不是以前的我了。你看，这可是狼肉，我一个人上山打的，打了整整4只狼。沈刚看见肉，咽了口口水，但很快忍住了，收回目光。少在这扯淡！整个村子里谁不知道你江东的大名，还去山上打猎？我呸！就你德行，路上的耗子都能踩你头上。妈，你说啥呢？那肉真是他自己打的，上回他当着我面打死了1头狼呢，我亲眼看见的。沈月在屋里喊，江东听见这动静，心里稍稍放心。听沈月维护自己的劲，肯定没把他没重生前做的畜生是告诉他爸妈。你个小孩别插嘴，说出去都让人笑话。真不知道他给你下了什么迷魂汤。沈，我打猎这事村子里几乎都传遍了，您要不信就去找个人问问。还有这肋排是我特意带过来给您的。哦，真是你自己打的，给我们家的？真的。江东四处寻摸了一下，正好逮到张大爷路过，顺手把他老人家扶过来。张大爷，您来帮我作证，这肉真是我上山打的。哦，张大爷一听，立马有种使命感。小沈，我知道你看不起江东，但现在江东可出息了，一天的功夫打回来了1头熊、4头狼，简直就是兵神转世。而且我听李柱说，那熊被他一拳就给打倒了。这越说越夸张，江东赶忙接过话茬。婶子，这回你能相信了吧？我以后还能打更多猎物，保准
准能凑够彩礼，让小月跟我吃香喝辣。婶婶眼光这才变了，拎着手里的肋排，说话都热情不少。仔细一看，脸上还有点愧疚。没想到小江你现在这么出息，你这肋排，我……江东一眼看出婶婶这是想收，但因为刚刚骂了自己一顿，不好意思收，他大手一挥，这肉您就收下吧，就当我孝敬未来丈母娘的。哎呀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就收下了。你说说，你这孩子有这么大本事，也不跟婶子说一声，害得婶子都误会你了。我这也是最近才发现自己有打猎的天赋。两人有说有笑的进了屋子，沈月看见江东眼睛都亮起来了，比看见肉还高兴，很快又红了脸。沈叔倒是脸都黑了，站起来脚下带风要赶人，结果被婶婶揪着衣服按回炕上。那个东子，我有话要跟你叔说，你先跟小月去院里待会。江东点头，先一步出了院，沈月红着脸跟在后面。那啥，你吃糖不？糖？这糖我记得可贵了，不会是你特意换的吧？算是吧。谢谢，不过以后你不要再给我换糖了，你打猎那么辛苦，换这小糖块不值得。小月，那个我还是想跟你道歉，我上回不应该做那事。没事，都过去了，而且你最后不也什么都没做吗？还救了我。不说那些都过去的事，我们来吃糖吧。沈月小心把手上的糖掰成两半，一半放在江东手心。正好这时婶婶打开房门招呼他们进屋，刚坐下，江东就听见沈叔坚定的开口说道：我承认你确实有点本事，但我依旧不同意这件婚事。老沈，你不是答应我先不说这事了吗？你以前是个什么混蛋样，什么名声，我可都记得呢。我不可能因为你一时变好就相信你，把女儿后半生交给你。江东拉住要上前的沈月，收起原本嘻嘻哈哈的样子。叔，我知道你现在信不过我，但时间咱不有的是吗？你就看吧，我以后肯定能好下去，肯定活出个人样，把小月风风光光娶进门。我可不信你说的话，我只相信我看见的，总不能凭你一句话我就让我闺女等着你变好吧？万一你这一辈子都没好成，那我闺女还得等你一辈子。这好办，咱先定个目标不就成了？1个月我弄到15条腿给您送来，就当是提前给彩礼，咋样？15条腿太多了，我担心你。放心，我敢说就一定能做到。15条？行，你要真能弄到15条腿，我就同意你们的婚事。爹，那15条腿太多了吧？你个小丫头插什么话？要是让别人看见你这样，你羞不羞？沈叔看着自己不争气的女儿，愁得直拍大腿。目的达成，江东笑着从沈家离开，临走前路过婶婶，还特意叮嘱一句：婶子，你找那媒婆，明天别让她来了。放心，我待会就去跟她说这事。江东走出去老远，就听见身后有动静，一回头看见沈月小跑过来，鹅蛋脸累得通红。你打算下回啥时候进山打猎？估计明天吧。咋突然问这个？明天我跟你一块上山，你为了我才答应的我爸，所以我想着跟你一块分担点。放心，我不会拖你后腿的。不成，山上多危险呢，我要是顾不上你怎么办？没事，我有腿，要是危险我会自己跑的，我不管。总之明天早上我就去找你。他说完就小跑离开了，一眨眼的功夫人都跑没影了。也行吧，大不了明天找点兔子洞、野狗窝，不那么危险的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江东刚被太阳晒醒，人还没精神呢，就听见院外的笑声。咋来这么早？还不是怕来晚了，就见不到你人影了。这丫头一大早就来了，还特意给你带饭来的，给你做锅里了，快去吃吧。那腊肉是我妈特意让我带的。江东明白婶子这是示好，要跟他缓和关系呢，他也没客气，拿着碗吃的那叫一个香。两人准备完上山，路上江东把大衣角塞沈月手里，让她跟紧了。沈月也听话，跟的是寸步不离。凭着老道的经验，江东很快找这几个野狗，几枪下去，带来的麻袋装得满满当当。你真厉害，这趟回去保准让我爹说不出一句话。沈叔听见你这话又要生气了。江东打去一句盘算着下山，一声惨叫从前面响起，枪响。你先到后边躲起来。沈月自知他不比江东，去了也是给江东添麻烦。行，你一定要小心。说道，江东为凑足16条腿做彩礼上山打猎，遭老虎袭击，不料被老头用石头砸伤。开，这他奶奶的是老子的猎物，别闲得没事插手。老头踉跄躲开老虎的爪子，身形在高大的老虎面前显得格外渺小。江东没听他，直接开枪。谁知道那老头真下得了手，一块石头扔过来，差点把他手砸废了。他娘的，准头还挺好。这老头怎么回事？人看着都要力竭被老虎吃了，咋还这么倔？想赚钱也不是这么赚的嘛，不怕没命花。老头力气小，那老大的老虎直接头都折了。老虎身上立一双猩红带着杀气的眼，直接看了被老虎压下直接抽出匕首扎在老虎腿上，老虎疼的一巴掌把老虎拍飞出去，转过巨大的身子，把老虎失血，但这也没办法阻止。巴掌拍下来是江东只能收起猎枪，狼狈躲避着。让开！沈月江队劈开闪闪往一边，几块比脑袋还大的石头从坡上抛老虎要冲向沈月，把毁灭老虎的视线注入进自己的身上。老虎像没了理智，完全被自己庞大的身躯在四周好几次，要不是沈月抛下来的巨石吸引了老虎注意，江东饿了。他娘的，
上辈子在林里待了几十年，也没看见这么能耐的老虎啊！往东跑，那有我布置的陷阱。江东没犹豫，立马往东边死。终于听见后边重物落地的声音，江东这才停下来，身后出现一大坑，老虎整只掉坑里了。江东看见这坑才想起来，上辈子他隔壁村有个姓杜的老头，为了给儿子凑治病前去山里打猎，后来听村里人说是碰到大家伙，准备好的陷阱没用上，跟大家伙同归于尽了。老头撑着身体跑上来，连开几枪打中虎头，威猛的老虎终于没了气息倒在地上。这大虫也有你一份功劳，咱俩分分吧。您功劳最大，不用给我多少。江东他不缺肉，没必要分人家的救命钱。老头沉默，从兜里掏出膏药扔给他。刚才对不住了，小伙子。没事，能理解。你怎么样？没受伤吧？江东想起沈月扔的几块石头，心里激动得很，抬手抱住沈月，亲在她额头上。刚刚那几块石头就是我对象扔的，准不？老头看了两眼没说话，转头跳坑里处理那只老虎去了。哎呀，还有人呢。这有啥？江东呲着牙笑得开心，牵起沈月的手，见她的手斑石头斑红了，大手直接盖上边，搓了两下。还疼不？不疼。沈月羞得直推他，江东也不逗他了，松开手也跳下坑。杜哥，你打算咋把这大家伙换钱？换啥钱？我可不敢做这事。杜哥，您的事我都猜着了，就别瞒我了。而且实不相瞒，您有个生病的儿子需要钱，我也有个家要养活。您看在我刚刚救您那下子，就跟我透露呗。要不然您先带我交易一次，这样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。到时候我要是敢举报您，您就把我也抖露出去就行了。你真要冒这个险？当然了。行吧，看在你救了我一回份上，明天你带着肉去隔壁村找我。你知道我住哪吧？当然知道了，您可是这几个村有名的猎人，我咋可能不知道呢？那就行。对了，你是咋猜着我的？这个嘛，其实是我兄弟有一回看见你带着肉往村外边走。您放心，我那兄弟傻得很，还以为你是去走亲戚呢。杜老头扫了江东两眼，最后还是相信了他。两人配合着把虎尸分完，分道扬镳后，两人左右手各拎一边，江东后背还背着老多，这才带着猎物回村子。小江今天收获又不少了，还需要大家帮忙吗？当然需要了，今天抓的东西多，麻烦大家了，我到时候多给大家分点。江东豪气说完，大家脸上掩饰不住的开心。一大群人跟着江东走在回家的路上，一道带着浓郁恶意的视线落在江东身上，他迅速回过头，与江保国的目光正对上。江保国的国字脸皱在一起，五官因为极度扭曲，视线被发现后，他也没心虚，还恶狠狠瞪了江东一眼，才转身走了。江东就知道江保国那黑心肝看见自己天天扛着肉，肯定得嫉妒，他现在心里边肯定想着咋对付自己呢。江东也不担心，继续带着一大群人大摇大摆的回家了。大队长就是他，我亲眼看见他前几天捡了具狼尸没上交，自己藏起来了。大队长，这样自私自利的人简直破坏咱们村的团结，他敢私藏肉不上交，指不定以前还藏过啥东西。还有这些肉，他什么德行村里谁不知道？这些肉肯定不全是他打来的，里面指定有他私藏没上交的肉。大队长，您可得给我们做主，我们这一年下来吃不饱穿不暖，也没忘记交公粮。江东可倒好，还私藏，这不是寒我们的心吗？你说话就说话，干啥推我娘？我娘都那么大岁数了，摔一跤摔出毛病，我第一个饶不了你。天杀的，大家来看看啊！江东这小子恼羞成怒，要打人。大队长，你看看这小子，当着您的面都敢打人，简直是无法无天了。我看他这是想在村子里当天王老子。够了，江东现在是咱村子里正经的巡林员，实力肯定有的，打这些猎物也正常。再说了，那林子里全是饿肚子的猛兽，咋可能有这么多肉等着人捡？大队长，咋连你都偏袒江东？你这是包庇啊！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大队长你跟江东他爹关系好，整天就偏袒江东，现在连这么大的事都要偏袒他。哎呦，晴天大老爷啊，连村里的大官都偏心，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可咋整啊？还能咋整？咱们这些小老百姓要人没人，要钱没钱，就活该被剥削呗。好家伙，连剥削这词都出来了，这口大锅把张海涛砸的脸都黑了。你们这叫污蔑，现在的法律可规定了，污蔑人给人脏水是要蹲大牢的，现在大家可都看着呢，你们敢说你们说的话都是真的吗？孙曼丽一听老实了，支支吾吾的也不敢开口。江保国眼珠子滴溜一转，直接看向围观的人。难道你们相信这些都是江东一个人打的吗？你们可别忘了江东以前是什么名声，还有这些肉要是上交再分给大家伙，那大家可都能吃上肉。我们当然相信江东以前名声是不好，但你们一家子名声又好到哪去？一窝蝗虫，我看你们就是见不得人家江东好。江东有点意外，没想到婶婶竟然能站出来替他说话。正1962这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，为了生存下去，只能硬着头皮上山打猎，用猎物换钱养家糊口。第二天一早，江东借了张海涛家28大杠去杜老头家，还没进去就听着杜老头儿子的咳嗽声。来得正好，帮我搭把手。江东跟杜老头两人把他儿子扶回床上，眼睛扫到杜老头儿子的腿，萎缩的就剩骨头了。杜老头一直都不清楚他儿子得的是啥病，就知道他儿子是10多岁的时候突然走的就不利索，最后越来越严重。这我儿子赌啊，咱去外边说。待会咱们去村口，收东西的人就在那等咱。好嘞，这次换完钱，您打算带杜旺去城里看病吗？
他毛病越来越严重了。那您有啥需要的直接说，大忙我没能耐，小忙还是能帮的。你心还挺好，我也是佩服杜哥您。杜老头有本事有门路，跟他结交，江东100个不亏。行，到时候我喊你，你可别嫌老头子事多。放心吧，肯定不嫌弃。到了村口，杜老头带着江东又走了一段，来到一处隐秘的大树后，一个穿着绿军装的人冻得嘶哈嘶哈。今天咋来的这么晚？差点冻死我。杜老头没理他，转头给江东介绍，这是赵东，你叫他赵叔就行。我跟他约定每3天来交易一次。赵叔好。赵东搭拢着眼皮，抬眼扫了江东一下，一句话也没多问，直接走到2人拎来的肉前。这些都是老虎身上宝也挺多，外边的虎皮连骨头都能熬药膏。赵东拿起地上的秤，你这些1等肉有30来斤，剩下的都是3等肉，还有虎皮骨头。看在你家儿子的份上，我多给你算1分钱，28块7毛8。杜老头的算完了，剩下江东的，江东没拿来多少，最后就卖了10块8毛。眼看赵东要走，江东怕杜老头带儿子去看病，赵东就不来了，赶忙开口，赵叔你3天后再来一趟呗，我还有东西要卖。行，2人兜里揣着钱，满载而归。我打算明早带我儿子出发。江东心领神会，行，那我明早来帮您。分开后，江东揣着兜里热乎的钱，那叫一个激动。完了，咋地了？我刚刚在外边看见你二叔带着你奶来了，完了，这可咋整？人呢？怎么连个人都没有？1年不见，你们就是这么对待长辈的？尖锐的嚷嚷声从外边传出来，每一声都让江东脑袋上惊一跳。妈的，这个老不死的肯定是听江保国说我出息了，这才回来的，要来吸我血的。小时候，因为任春梅他们要照顾江东，伺候李小芬的时间少了，钱也给少了，李小芬就差点把江东淹死。江东他爸失踪的时候，李小芬一点关心都没有，只担心江东家没劳动力，连夜偷了他们家所有值钱的去城里找江东大姑江梅。妈的，连个陶瓷罐子都没给他们剩下。江东上辈子经历那么多挫折，变得不人不鬼，其中也有李小芬的功劳。妈，你可要为我做主，我之前帮了3弟不少忙，现在倒好，他们家发达了，翻脸不认人，把你儿子我欺负的那叫一个惨。你胡说，明明是你们什么你们？我们自家人的事情有你这个外姓说话分，滚一边去。李小芬年纪了，脚坏一胳膊就把任春梅队摔地上了，江东气红了眼，跳跳，这气汹汹的样子，李小芬却是一点都不怕，叉着腰。咋的？你还想打你奶不成？来呀，你打，往脸上打，到时候我让村里人都看看你这小畜生什么德行。江东拳头都握紧了，就在他真的要打下去时，任春梅起身抱住他手。不行，这不能打。现在的人都注重孝顺，别看村子里的人平时都站在他们这边，但要是江东今天真打下去了，那群人肯定调转枪头。你这个小畜生要干啥？来人啊，大家都看看。江东你想干啥？他可是你奶奶，你平时打我也就算了，你咋能对你奶动手？江东人由他们嚷嚷，把李小芬推到院子里，转身拎起尿桶。哎呀，二叔奶奶，我处理尿桶呢，你们咋连躲都不知道躲一下？是不是年纪大，腿脚不利索了？你李小芬气得直哆嗦，嘴唇都白了，说着就要冲上来。江东见状，直接举起尿桶，吓得李小芬瞬间不敢动弹。江东，你这是不孝顺。信不信我去找大队长，我批斗你？行啊，你去呗，我倒想知道我在自家院子倒尿桶，我犯什么罪了？你个小畜生，我早晚要把你抽筋拔骨，我当初就应该让你死在水里。知道了，你俩打算带着满身埋汰玩意在我家站到啥时候？李小芬骂骂咧咧的带着江保国走了。小样，还想跟我斗？江东嘀咕着，上辈子他要是能早点开窍，也不至于被李小芬害成那样。你二叔他家的儿子扶不上墙，你奶肯定又得惦记这事。哎，你说咱家做的什么孽？这老天爷咋就不让咱家好过呢？妈，现在我是家里的顶梁柱，您放心，他们就交给我。哎，也不知道你大姑现在咋样了？娘，我打算明天进城一趟，顺便看看大姑。进城？咋突然想进城？我听说城里的东西都老贵了，咱家这点钱估计不能够。江东顺势把帮杜老头的事说了，还撒谎说杜老头给了他报酬。真是个好人，就是可惜了，儿子那钱咱可不能多要，那可是人家治病钱。妈，我心里有数，这钱你明天拿着，要是有啥想买的，别舍不得。江东心里发酸，接过家里所有的钱捏在手里。下午，江东也没闲着，他直接到村口混进唠嗑的老太太堆里，假装不经意把话题绕到李小芬身上，大肆宣传李小芬被泼粪的事，争取让李小芬他们因为丢脸3天不敢出门。宣传完，江东又拎着肉去找张大爷跟江嫂，他俩的嘴炮功夫都是村里边1等1的。张大爷、江嫂，我过几天要进城，到时候我娘就交给你照顾了，要是李小芬他们来了，就麻烦你了。有我俩在，你就放心吧。整了2道保险，江东这才把心揣兜里，天还没亮就出发了。谢谢了，这要是没你在，我一个人真不知道得推到啥时候。跟我客气啥？江东踩在冻硬的土地上，嘴里哈出白气。这天鬼得很，干巴冷，不下雪。走着走着，手脚就冻没知觉了。
腿都是靠毅力才能回过弯。终于给杜老头送到火车站，江东拿着绳帮忙把杜旺往杜老头身上。这板车就麻烦你帮我送回去了。杜老头说完，突然看了看四周，见没人，拉着江东在他耳边小声说：“你在城里有啥想买的东西，就去北大街街口右转，再往里走走，走过菜市场那有黑市。”杜老头说完就大包小包的离开了。江东记住后没着急去，先是去了江梅工作的制糖厂，跟门卫说了一声。没过一会，江梅小跑着走过来了。1962，我营口。大队长就让我当了村里唯一的巡林员，本以为我娘听了会高兴，没想到她却哭得泪流满面。哇，这活实在是太危险了，要不行以后还是找点其他活吧。娘，这次是意外，以后不会这样了。江东上完要送郎中离开，拿了块饼干哄任春梅开心。江东原本打算养2天脚腕再进山打猎，但第2天张海涛主动来找他，让他下午去公社一趟。到了时间，江东如约来到公社，进门就看见一副新面孔，这是任家村公社的大队长吴春。这不就是杜老头住的地方吗？吴叔好。张叔，你们叫我来有啥事？任家村这2天被山里野猪盯上了，2户村民家里的粮食都被糟蹋了，还有人受伤。老杜还不在，我就把你推荐给他了。这活你接不？一头野猪1块钱，打来的野猪得交工。这活听上去给的多，实际上却是个亏本到不能再亏的生意。那一头野猪少说100来斤能卖不少钱，不过这也是个机会。江东一直自称巡林员，因为他有信心自己早晚能当上，就差临门一脚。但现在就出来了。张叔，我也想接这活，但我家里的猎枪子弹都要没了，我也没钱买。您看。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最近这些日子的表现我也看在眼里。等你干完这活，巡林员这位置就是你的了。好嘞，江东立马点头。当天在公社拿了猎枪子弹，准备好就跟着吴春走了。那野猪经常后半夜来村子袭击住在村口的人，今晚上就拜托你了。好，您就放心交给我吧。江东一口答应下来，先是在四周布置好陷阱，随后抱着猎枪找了个隐秘有能看见村口的树后守着。冬天后半夜到处都黑黢黢，冷得吓人。江东穿了2层棉衣服，还能感受到刺激。在江东快要睡着时，终于听见动静。他一激灵起身，从背后露出脑袋，看见3头体型庞大的野猪，从嘴里长出来的2根獠牙泛着寒光。野猪粗犷的喘气声在夜里格外明显，踩着地面走向江东事先放好的肉钳子。在3头野猪走进来的瞬间，江东是拿下腰间的斧头扔向距离最近的野猪。野猪听见声音猛然抬头，只可惜他们的速度到底不像豹子那么快，一头站正中间的野猪直接被砸中，嗷嗷叫。锐利的斧头则砍进另一头野猪的身体，2头野猪残了，剩下直接对着江东冲上来，看着像是要攻击，实际上避开江东就往林子里跑。江东转身举起猎枪开几枪，3头野猪没花多少功夫就起不来了。江东回过神，突然看见砍在野猪身上的斧头没了。这大半夜的还闹鬼了？没了斧头的野猪突然暴起，对着江东就冲过去。江东刚要开枪，突然看见人影，没等他脑子转过弯，那人影窜出来举着石头被野猪扔了下去。可惜野猪除了嗷叫了一声，没受啥伤，停都没停，继续对着江东冲。江东回过头开了一枪，野猪彻底倒地，他这才有功夫看向突然出现的一个干巴瘦的小孩，看上去也就10多岁，手还在抖，显然是害怕的。大半夜的你不睡觉在这干啥呢？我看你有危险，我来帮你。这小孩说的话让江东感觉有点不太对劲，但又琢磨不出啥。你谁家孩子？我给你送家去。你不先把这些野猪交给大队长吗？听这话，江东才回过味，这小孩肯定是人家村的人，知道吴春委托他。野猪不着急，我打算先把你送回家，再去找大队长。不行，还是先去交野猪吧。不成，这么晚，队长肯定都睡了，还是我先把你送回去，我明天一个人去交。不行，我也要跟你去。我刚刚帮了你，那头猪是我们一起弄死的。你小子蹭功蹭到我头上来了，还我们一起弄死的。你那块巴掌大小的石头下去，野猪连皮外伤都没受。小孩被拆穿慌的不敢看江东，眼睛直往外瞟。你分我2毛就行了。我听说村长给你的报酬有好几块呢。还2毛就行？你以为2毛很少吗？行了，把我斧头还给我。孩子倔得很，江东干脆自己在孩子刚才站的地方找到了斧头，果然就是这倒霉孩子藏的，力气还挺大。小孩跟在他身后阴魂不散的，江东由着他继续抱着猎枪守在村口。小孩瞪了他一眼跑了。第2天，江东迷迷糊糊的回醒过来，带着野猪去找吴春。昨晚是怎么回事？我昨晚抓野猪去了，袭击村子的3头野猪都被我打了，咋的了？又有一家的粮食被野猪糟蹋了？不可能，我昨晚特意在村外收拾的野猪，还守了一晚上，天刚亮我才靠着树睡了会。江东说完就想起昨晚那小孩，不会是那小孩见他不松口就装野猪偷人粮食吧？大队长，有件事我得跟你说一下。江东直接把昨晚的事给说了，吴春听了却是一口否认。不可能，你说那孩子我知道，叫任荣，虽然有点小聪明，但平时挺乖的，不可能做这事，而且我还有个地方没领你看呢。吴春领着江东绕到房后，只见半米高的围墙塌了一块，土块散落在地上。你看哪家小孩有这么大力气？江东挠了挠脑门，真是自己猜错了。
江东看见土块里有东西，趴地上一看，发现是小肉渣。大队长，这有点肉渣，估计是野猪跑的时候落下的，我顺着去找找。行，这回一定要把骚扰村子的野猪都给抓住。江东继续往前走，又发现2个小肉渣。这野猪嘴这么漏的吗？还是冻硬的肉容易掉渣？没听说过啊。江东抱着疑惑找到野猪的脚印，一路跟上去，发现这野猪简直成精了，咋还会绕道呢？这条路刚好把他守着的村口给绕过去了。当江东再一次找着肉渣的时候，位置就在昨天自己守着的不远处，依旧挺小一块，但这很明显看着不像是被野猪咬掉，更像是磕掉。江东想起刚刚看见的那些，一拍脑袋，想起来昨天自己当陷阱的肉没了，再看看这痕迹，显然这肉渣就是出自自己那块肉上。江东差不多明白了，他没去找吴春，而是跟村民问了任荣家找过去了。任荣看见江东又瞪了江东一眼，江东没理他，直接走向任荣家的仓库。你要干啥？干啥？当然是拿你偷来的肉跟粮食。你小子年纪不大，脑袋还挺灵光，就是没灵哪去，小手段挺阴啊，还敢偷我的肉引野猪？野猪那老大体格子，你也不怕自己被野猪撞飞？任荣到底是年纪小，脑子再聪明也稳不住，被江东这么一说，立马心虚的跟个什么似的。你污蔑人，我才没做那事。我要是没点证据能来找你，我那林子里可有你的脚印，你敢不敢跟我过去比比？再叫上大队长在旁看着。江东伸手扯任荣胳膊，就要把他往外面带，任荣吓得直接哭了。这回估计是撒不了谎了。村子每到夜晚就会遭到野猪的袭击，村长无奈请我去走夜，迅速将野猪击倒。事后才发现，这些野猪竟是被村里的一名小孩无意间引入村中的。现在我给你个机会，你自己把你干的事都说出来，不然我就把你做的都添油加醋说一遍，让你蹲个几年牢。那野猪是我不小心引过来的，我一开始就想偷块肉，怕被你发现，就磕了点肉下来，想着栽赃给别人，谁知道有野猪顺着肉就过来了。也怪你，我都要饿死了，还救了你，你连1毛钱都不给我，我只能偷了。都这份上了，还不忘编故事？行，那你就说说你是咋靠你这细胳膊细腿，在能抵3个你的野猪面前救下我的？任荣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好孩子，没想到。我儿子咋地了？任红，这事是你家有错在先，你奶奶的，我儿子有啥错？哪个不要脸的，连小孩都欺负？你给我等着！话撂下，任红拽着儿子走了。江东他莫名觉得任红有点眼熟，又实在想不起他。以后你碰见任红，可得绕道走，他坏水可多了。说起来，那任红也是打猎的，这以后你俩要是碰上，可咋整？大爷已经替江东担心起来了。江东谢过他们，跟吴春换了自己的省钱回村了。东哥，我昨天去找你都没找到，你是不是忘了教我猎枪的事了？哪能忘？我昨天去隔壁村打野猪去了。走，咱现在就进山。行。对了，江哥，有件事我得跟你说。咋的了？这不你要教我打猎，我太高兴了，就想开了一圈。结果张大爷听了，求我把他儿子也带上，我实在没好意思拒绝，就把人带过来了。张大爷家的儿子，那不就是张有福吗？江东没想到这辈子还能跟张有福扯上关系。张有福在村里整天游手好闲，干的也都是偷鸡摸狗的事。你不用对有福多费什么心思，顺便教他一下就行。要是他敢在你那惹事，我第一个打他。行是行，但张大爷打猎可危险，我俩上次差点被豹子咬了，你可得想好了。想好了，想好了，早就想好了。我俩收拾收拾就准备上山，你直接让张有福去我家找我吧。东哥，现在看着比以前精神不少，老弟以后可就靠你照顾了。张有福一副要为他马首是瞻的样子，看得江东直乐。3人进了山里，江东循着痕迹找到豺狼窝。豺狼体格小，比起真狼也不凶，最适合练手。江东把猎枪用法教他们，张有福聪明听了一阵子上手操作，打得不算太准，但也打中了。处理完窝里的豺狼，江东又带他们找到狐狸窝。李柱兴冲冲拿过枪，对着豺狼来了一下，可惜打偏了狐狸，起身就跑。李柱瞄着要再来一下，一条大黑狗窜出来，一口咬在狐狸身上。他娘的，被截胡了！江东起身看见任红，就站在那几人里边瞅了他一眼。江东却没看他，他盯着任红身边的人，他就说自己看任红咋有点眼熟呢？原来是杜明富身边的小狗腿。杜明富是人家村副书记的儿子，算个小官2代。他哥在城里当兵，他就更无法无天，几乎是个混世霸王。张有福跟他比起来，只能算是个弟弟。你们干啥？这猎物是我们先发现的。杜明富哈哈笑了2声，斜了任红一眼。任红这个狗腿瞬间心领神会站出来。还你们先发现的？谁看见了？这猎物写你们名字了吗？你们别不讲理，地上还有我打的弹孔。不用理他们，咱们继续自己练自己的。可咱们先走。任红在背后小人得志般大笑。大黑狗把狐狸叼回来，狐狸血溅在杜明富的皮鞋上。什么东西？滚开！杜明富嘀咕着，不留情踹了大黑狗一脚。任红见了，笑着拽着袖子给杜明富擦皮鞋。江东他们走出一段距离，杜明富他们还在后边跟着，这可把李柱气够呛。他们这是要干啥？谁知道呢？臭显摆的，打猎还穿皮鞋，待会办不死他的。江东带他们又找着一窝豺狼，刚要动手，那条大黑狗又窜出去，豺狼一窝跑了，只剩下大黑狗嘴里叼着的那只。哈哈，这可真是条好狗，看见猎物都不用人说就跑出去了。你奶奶的，没能耐就知道跟人屁股后边蹭是吧？你爹那么厉害，怎么生出你这么个东西？江东没理会，直接拦着大黑狗。大黑狗呲着牙对他，他拿了个石头，狗这才死了，松开嘴。哟，昨天不还挺厉害的吗？怎么今天还跟我抢上东西了？江东听明白了，任红这是报复自己来了，还撺掇杜明富跟着一块过来。江东拎着豺狼尸体甩在任红身上，血从豺狼脖子上甩出，溅在任红还有他身后的杜明富身上。
我的衣服。任红上来就要拽江东，谁看见我打你了？我就是手滑了一下。江东笑嘻嘻说着，放下手里的豺狼，瞬间又变了脸色威胁。这招我也会用，你们再敢跟上来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我倒要看看你能怎么了不起。杜明富无法无天20来年，哪能经得起这刺激？我爹可是大队书记，你敢拿我咋地？有什么了不起？又不是我们大队的书记。眼看俩人要打起来，江东拉着李柱。总之你记住了，咱们走。你不让我跟，我偏要跟，我看看你能拿我咋地。李柱好几次要发火，都被江东控制住了，一肚子火发不出去。他看向一直没吱声的张有福，你不是混混吗？咋这么能忍？张有福笑笑不说话。江东带着他们左拐右拐，到了江东重生的起点，也没停脚，继续向前走。到了，看见没？那个洞是狐狸窝。李柱，你动手。李柱瞪了杜明富一眼，这才起来抬起枪。去！大黑狗就窜到山洞里，这回没叼回猎物，而是刚进山洞就发出惨烈的叫声。整整4头狼从山洞里滚出，压低了身体，越过江东他们眼睛，直接落在杜明富、任红俩人身上。这两人打猎好几年，可技术就没长过。这下好，看见狼两人吓得腿都在颤，江东直接拽着李柱跑。至于张有福一早就跑远了，野狼流着口水，直接朝着杜明富扑过去。杜明富吓得连滚带爬的跑。救命！救命啊！任红，你上！任红早就被吓懵了，回过神第一件事就是跑，什么杜明富都被他扔脑后去了。杜明富好几次险些被咬着，拿着猎枪胡乱开，一个子都没打中。江东，快来救我！我给你钱。江东只当没听见，杜明富还试图把狼往他们这头推，谁知道那狼紧咬着他。江东看够了，见两人都要吓疯，这才两人开枪，很快把狼解决了。还抢不？你故意的？什么故意的？你说啥？我咋听不懂呢？你给我等着！说完，起身也不顾刚才掉的皮鞋，转身就走了。任红脸都红了，瞪了他们，撂下句狠话，就屁颠的追杜明富去。东哥，这都是你弄的？对啊，不然你以为我显得没事，拿狐狸打他干啥？我就知道，东哥你咋可能忍着气？整了半天，原来是在这等着呢。你小子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对啊，刚才我还趁江哥跟他们吵架，把咱开始打的豺狼肉塞他们身上了。真厉害啊！就是可惜，要是让那狼直接把他俩要死，咱这也算是为民除害了。放心吧，现在啥时期，就杜明富那样，别查都是早晚的事。我凭借地每次打猎都能满载而归，村民们无不羡慕，纷纷想要成为我的小弟。你小子有啥事直接说。嘿嘿，江哥果然聪明，一眼就看出来了，我是真心给江哥你当小弟的，我也就直说了，哥，你肯定有把肉卖出去的路子是不是？这小子也太精了吧！不过他也确实有让张有福帮忙的主意，就顺势承认了。确实有，你想干啥？嘿嘿，我想跟你卖肉，放心，我有经验。江东算时间刚好，赵老头要来了。行啊，那你明天早上天没亮来找我。对了，你跟我说说你是咋发现的？嘿嘿，我刚才来的时候跟咱妈说话，看咱妈牙缝里卡着饼干渣呢，一说话还有味，闻着是金鸡饼干。咱公社有多黑谁不知道？你把肉卖给公社，肯定买不起金鸡饼干。你属狗的吧？嗨，没办法，谁让咱这辈子就吃过这一个好玩意，那当然得牢牢记着。那我先回去了，咱明天见。我说你都这有钱了，咋不买头老黄牛拉车？没办法，我这钱又不是靠明路赚的。嗨，这算啥？我有办法。我听说水字村有悬赏，你接完回来把悬赏价钱收高点不就行了？反正离那么远也没人会去问。水字村那么老远的消息你都知道？我大姑在那呢，她给我寄的信里说的，说是有个傻缺逞能，愣是把人家冬眠的熊给打醒了。那熊进村袭击人，好像都有人死了，都死人了。那大队长开的价钱高点也合理吧？我知道了，回头我考虑考虑。那你可得快点，这活肯定有其他人想接。两人聊着，很快就到地了。赵东早就在树下边等着了。你这东西也太多了，我吃不下可咋整？没事，您要多少就拿多少，剩下的我再拿回去呗。行。赵东上前挑东西时，张有福上前跟人家聊起来了。赵东要拿马路角的时候，被张有福拦下来，两人不知道说了啥，最后赵东一脸遗憾的把脚放下了。行了，我能带走的也就这些了。107，你数。这还数啥？我们信得过赵叔你。赵东走前又恋恋不舍的看了眼板车上的鹿角。这你们真不卖啊？真不卖。行吧，要是反悔的话，就把这鹿角带过来，我还收。江东握着一叠毛票，也没小气，抽出20多块钱给张有福。江哥给我这么老多，你应得的，以后这活就你来帮我做，无论你卖多少钱，咱俩都28分。当然你要是卖自己的猎物，钱你就自己全拿着，不用给我。这么相信我，不怕我到时候谎报钱？我可是村里的混子，可啥事都能做得出来。那肯定的，你是张大爷的儿子，我相信张大爷，当然也相信你。他敢相信张有福，当然是因为上辈子张有福有钱了也没忘村人，还给帮过他家的人盖了房子呢。行，江哥，就冲着你这份信任，我咋地也不能辜负你。行了，咱回去吧。
那鹿角可是药材，看赵叔的样就知道肯定珍贵，咱回头找收药材的卖，肯定能卖更高价。赵叔确实挺良心，但到底只是收肉的，只知道鹿角珍贵，可其他的就不知道了。要是我多要钱，他肯定不干，这个咱得找个懂行，能慧眼识珠的。行，那就按照你说的了。两人回了村，分开前，张有福又提了嘴水字村的事。江东想了想，决定接下来明天就出发去水字村。沈月知道江东要出远门，拎着一兜吃的来找江东。我给你准备了点腊肉，还有我妈灌的肉肠，你拿着在路上吃。江东打开一看，发现这准备的可真实在，那大饼都是白面烙的，上面还撒了点糖。咋准备这么好？哎呀，我听保健站的人说，吃点糖对身体好，特意给你撒了点。江东心想，小伙聊了似的，一把搂过沈月的小细腰，别提真不愧是村里的大美人，穿着大袄，这腰都细得跟什么似的。你别被人看见了。怕啥？反正咱俩结婚都板上钉钉的事了，让我搂会。那个，我爹偷偷跟我说了，你要是能继续这样下去，彩礼就不用那么多，按正常的来就行。我这是过关了，你爹真有眼光。说什么呢？两人搂了一会儿，任春梅正好进屋，看见哎呦一声，赶紧出去了。快的江东只能看见她脸上的笑。送走沈月，江东去仓库准备明天带的东西，拿着猎枪仔细瞅了一眼。等回来，等把钱放在明面上，老子就去换把好枪。江东，江保国要死的动静从外边传进来，他大摇大摆走到江东面前，手一伸：“我妈也是你奶，从小把你看到大的，于情于理你都应该出点抚养费，做人总不能连孝心都没有吧？”没门，滚蛋！你这小子咋跟长辈说话呢？现在不赡养老人，那可犯法，你信不信我去找大队长？你要是不想给你奶养老钱也行，只要你教我儿子打猎，我就替你养着李小芬。原来是在这里等着呢，不可能！咋不可能？我都听说你教李柱他们，你连外人都教了，咋就不能教你侄子？再说了，你把你侄子教会了，他以后也能帮衬你。李柱他们关系再好，到底是外人，比不上实在亲戚。我这也是为你着想，而且二叔，我家尿桶好几天没到了。你这孩子咋这样，不听劝呐？等以后你被坑了，可别怪我没提醒你。江保国嘴犟着，腿脚到老实，开始往后边走。江东假装要去拿尿桶，江保国立马跑走了。哼，就这点胆还敢上门？江哥，你这枪咋感觉有点不对劲？感觉比昨天轻不少。我看看，奶奶的，这枪里子弹没了，还有零件被卸了。妈的，真没想到江保国能狠到这地步。这谁干的？李柱立马火了，骂骂咧咧的。只要江东把人说出来，他能立马冲江保国家去。还能有谁？没事，等我回来就把这事给处理了。三人去了公社，换了把猎枪，这才出发。太阳都挂天上了才到地方。你们跑这么老远来接活吗？没前辈，我们听着有大活，又算了一下，觉得能挣，就过来了。啊，这样啊。不过你们可能会失望，我们村还有隔壁村接着活可多了，你们不一定争得过他们。都有谁呀？你能给我们说说吗？我们村有个叫李三的，打猎挺厉害，这次叫了4、5个人跟他组队一起去打熊。还有隔壁村有个叫吴铁，也是叫了一大帮人。三人聊着聊着就到地方了，就看见公社里已经坐着不少人了。那个年纪最大的就是李三，对面那个就是吴铁，你们先找个地坐着吧。小姑娘帮他们认完人，又跟他们小声嘀咕一句：“那个李三可小气了，知道你们是过来抢活的，肯定得针对你们，你们小心点。”喂，你们打哪来的？这将交易视为投机倒把的年代。男人为了合理花掉从非市赚到的钱财，他主动前往邻村悬赏猎捕熊瞎子，不料却遇到排外的村民。喂，你们打哪来的？估计是哪个山沟里来的吧，活不下去了，到咱村里讨口子来了。哼，这细胳膊细腿，到了黑瞎子面前，估计都走不动道。也是，先跟你们说一声，到时候可别指望我们救你。刚才江东进来的时候，这两人还一脸不对付，现在还和谐上了，他这算是当了回和平大使。嘴上说谁不会，你们都一把老骨头了，我还怕你们待会拖我们后腿呢。两人没说话，而是看向江东身后，一个穿着绿军装的男人走出来。李三一改刚才的驴脸，笑得那叫个殷勤。刘哥，这次的活怎么说？你们一块去，这熊谁打着算谁的，给20块钱，还有6斤1等肉，但是打的熊得交上来。这到处的江东眼睛都大了，这算是黑里边最良心的了。好嘞，那个刘哥说到底就是个黑瞎子，用不了那么多人，这活我们自己人来干就行了吧？我们虽然不是这村的人，但我们可有打黑瞎子的经验。不信您看，这可是熊牙，我打的。哦，刘哥眼睛一亮，接过来放在手里仔细端详。切，这一看就是假的，不知道从哪来的。但刘哥没理他，一脸赞赏看着江东。挺好，你就跟他们一起进山吧。这刘哥叫啥叫？那打的可是黑瞎子，当然是人越多越好。你们这些人为了点钱，连人民群众都不顾，真是的。林子里边四处都是小洞子。江东凭着经验找到大概位置，看着前面的山洞，江东挥手示意李柱他们停下，布置好捕兽架，这才山洞里面扔了块石头。中间的吼叫声从山洞里传出来，2头高的大黑熊4只爪子吐出来，站起身继续朝着四周。口水从嘴里流到地上，一看就是头恶急眼的熊。李柱跑到布置好的陷阱后边，用石头砸向大熊。熊示威般吼了一声，直接冲着李柱跑过去，咔嚓捕兽夹合上。熊发出一声巨大的身体下一秒的倒在地上，一副再起不来的模样。这就成功了！别过去！江东随后拿起
开了2枪。刚刚还在起不能的熊，听见枪声，一个咕噜翻身爬起来，脚上夹着捕兽夹，向他们跑过来。我操，还能这样？李柱连滚带爬拿石头砸熊，被张有福赶忙拦住。江东收起枪往另一处陷阱跑，边跑边把枪扔给张有福。这回熊学聪明了，追之前大脑袋还往地上瞅了一眼。但即便如此，张有福趁机连开好几枪，大熊嚎叫着没再追上来。漆黑的眼睛死死锁定着江东，江东被盯得有点发毛，但还是按照事先的布置继续拿着石头砸过去。这熊别看体格大，身子还挺灵活，3两下把石头躲过去，一只熊爪在地上蓄势待发，下一秒冲着江东就跑过去。江东做好跑的准备，谁知道那熊突然转过身子，对着李柱他们冲过去，速度比刚才快了的有2倍。李柱尖叫一声，傻愣愣的杵在那，还是张有福拽着他跑，把枪扔给我。猎枪被扔出来，跳起来要去接，一声血。大熊竟然也转身扑上来要抢猎枪，他娘的，真是成精了！江哥，这回他是死了吧？不确定，先看看。连续2声枪响，从前面传出来，是李三身边的瘦高个开的枪。看衣服上那大褶就知晓蹲了有混，这时候才出来，揣的什么心思谁都知道。你们干啥？想抢是吧？哼，咋说话呢？我们这是怕你们对付不了这黑瞎子，好心过来帮你们。劝你们现在别过来，少吓唬人！我都打3年的猎了，难道看不出来这黑瞎子早死了？就是，我看你们就是想把我们吓走好独吞。臭不要脸的，这熊本来就是我们打的，我们独吞又咋了？既然你们不走，那可别怪我没提醒过你们。熊既生直接冲着离他最近的李三他们扑过去，到底是没面对过这场景。李三一把年纪扯着老嗓子飙出高处，跟在他身后的几个人慌不择往四周跑。李三到底是老奸巨猾，直接冲着江东跑。大熊身上又多了个血洞，他犹豫了，看着想跑，刚才还被追得嗷嗷叫的李三也看出来了，直接停下准备开枪。你停下干啥？快跑啊！李三不听，愣是开了一枪。果然刚才看着还犹豫的熊见有人上钩，立马换了副面孔，凶猛扑上去。李三挨了一爪。江东给了熊爪子一枪，熊立马疼得收回手，李三这才保下一条命。妈的，蠢死了！这破招他刚才不都用一遍了吗？你咋还能上当？趁现在快开枪啊！李三显然是有心理阴影了，理都没理，起身就跑。你丫的，想让老子当诱饵，别想骗老子！江东血压都上来了，只能自己抬手上膛。枪可惜被熊给躲过去了。妈的，回去就给李柱、张有福他们买枪。他就是看中李三的枪没开过，不用上膛，肯定能打中才喊的他。谁知道李三这倒霉玩意真晦气。大熊黑眼睛滴溜一转，盯着最怂的李三，脚一蹬，冲着李三的方向就跑。他要往村子跑，快点开枪，别让他跑！江东一边喊一边开枪，但李三那损玩意看见大熊，竟然吓得把枪扔了，连滚带爬的给熊让出一条道。完了，江哥，这是水字村的方向，那熊要是跑进村子可咋整？还能咋整？追啊！村子里的人没枪没准备，遇见熊就是死。我操！那我们快走！3人停都不敢停一下，顺着血迹一路追到村口，终于看见那头大熊，还有早上的小姑娘。快跑，快跑啊！但到底晚了一步，小姑娘尖叫一声，下一秒就被熊一爪子压在地上。江东人谁知道熊飞着飞走，手上还更有劲呢。10来岁的小姑娘咋可能承受得住？直接哭着喊疼。妈的！江哥，你待会再开几枪！你想干啥？还能干啥？救人！那小姑娘心善，我不能让她死在这。不行，你出事可咋整？张有福直接挣脱开，冲上去。江哥，快开枪！事已至此，江东只能对着大熊开好几枪。大熊下一秒就手张开大嘴，张有福胳膊上，张有福直接拿脑袋撞熊。最后也冲上去拿着枪杆打熊，熊终于是松开嘴，巨大的身子摇摇摆摆掉过身又要跑，李柱去追了，被江东拦下了。别追了，那熊刚才感觉自己要死了，发狠咬着小姑娘要拉她垫背，你没看见吗？你刚才要是追上去，他保准转头过来拉你垫背。你说到江东上山打猎时遇到了意图截胡的猎民，然而这些猎民见到黑瞎子后才扔下枪逃跑，最终导致黑瞎子进入村庄伤人。妈的，那个李三别让我看见他，不然我就算蹲大牢也要打他一顿。用不着，我不会让他好过，咱先去把事情告诉刘哥。行。谁知道等他们进去的时候，李三他们已经在了。刘哥，就是因为他们那黑瞎子才跑的，不然我们早就把黑瞎子给抓着了。妈的，你可真不是个东西！这回哪怕江东拦着，也没能压住的李柱直接冲上去，对着李三就是一顿拳打脚踢，嘴里边把能想到的脏话都骂出来了。妈的，要不是你们不听江哥的，还把熊给放跑了，那熊能跑到村口吗？你们知不知道，因为你们软蛋，刘哥的闺女被熊袭击，现在还在保健科躺着呢。什么？这咋回事？我闺女咋能出事呢？这就要问问他们了。李三一开始还还手，直到听见刘哥闺女出事，瞬间僵住。江东站出来，把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刘哥。你混蛋，没那个能耐，你接啥活？我告诉你，要是我闺女有事，你就别想在村里混下去了。
冤枉冤枉啊！是，他们撒谎。刘哥，你信我，咱们可是同村，他们是外来的，真是他们把熊给放走的。呵呵，到底是谁干的？那小姑娘可都知道你现在撒谎，我看等小姑娘醒了，你咋整？刘哥，我兄弟被熊咬伤了，我得带他去县里打疫苗。为了不让某些人说闲话，李柱就留这里了。行，两人借了辆28大杠就往县里骑。2个月内你最好啥也别干，不要用胳膊还有手，等恢复好了再干活啥的。要是恢复不好，你这手可就再也回不去了。张有福看着手上缠的纱布，这回我是没办法跟江哥去打猎了。不着急，等你伤好了再说其他。要是缺钱的话就跟我说。看不出来啊，你小子还挺有种。那必须的，不过虽然打不了猎了，我还能干别的。我打算回去的时候去你说的市场转一圈，用文化人的话来说是考察市场。行，那你自己要小心。两人回了水字村，就看见李柱站在村口等他们。这个他们刚才李三找着我说，只要咱愿意把事情认下来，他给咱们钱，还有肉票粮票，家里的新自行车也能给咱。江哥，你咋想？给的可真多，真能豁得出去。江哥，你不会真要认下这是吧？那咱受的委屈算啥？有福的伤你看看。行了，我又说过我同意嘛。这事之后，李三他们估计再也拿不了猎枪了。那刘哥一看就是心疼自家孩子的，以后指不定咋给他们穿小鞋。他们也是怕这个才肯出这么多东西吧？现在去保健站，说不定还能看见他们呢。果然看见蹲在路上的李三。你们考虑的咋样了？要是觉得不够，还可以再商量商量。考虑好了，我们不干。这为啥不同意啊？你们又不是这村子里的人，出了村子那刘旺再怎么厉害，也不能把你们咋地。现在知道急了，早干嘛去了？当了这么多年猎人，连这点经验都没有，天天就想着怎么排挤人。你这种人不当猎人也是好事。你李三哆哆嗦嗦抬起手，想要发飙又控制住了，最后还想舔着个脸继续说。江东直接带人绕道走了。进去保健站，正好听见医生说小姑娘醒了。闺女，你说到底是咋回事？爹肯定给你讨个公道。我不知道啊，我就知道是他们救了我。好，爹知道了，你先睡一会，这事我大概明白了。谢谢你救下我闺女，我40多岁了才有这一个孩子。要是他没了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着了。举手之劳，我们也不能见死不救啊。待会我把地址给你们，你们以后有啥事就给我写信，要是我能帮的，我肯定帮。这人脉从天而降，不接是傻子。江东赶紧答应，转头又把自己地址写纸上递给刘旺。你识字啊？村里有识字的，我跟他学了2月。实际上是上辈子江东跟下乡的知青学的。这年头在乡下会识字算是稀罕事。刘旺看江东的眼神更欣赏，送走了刘旺，江东一转头就看见李柱一副被背叛的样子。江哥，你不讲究啊？咋了？我不就认识2个字吗？咱当年不说好一起当小混混吗？你咋能背着我偷偷进步呢？就是我还以为我们是一条绳上的，结果江哥你这个带头的咋就叛变了啊？行了，又不是啥大事，等回去我也教你们认字。不过那还是不了，我听那玩意脑瓜子疼。我不疼，江哥回头你教我。行，回头教你。李柱，咱俩上山把那头熊给收了去。好嘞。两人上了山，顺着血迹很快找到大熊附近，路上还碰见吴铁他们。放心，你们的事我们都听说了，我们不跟你们抢。看他还挺识趣，江东没再多纠缠，带李柱找到受伤的隔老远把一网打死。老大的熊倒在地上，掀起的尘土像起雾，模糊了四周。一双带着布杆的熊目死也没合上，直愣愣瞅着他们。这熊都死了，还整死不瞑目这出。两人合力把快300斤的熊给拖回去。换钱的时候，刘旺多给了5块钱。这钱你们拿回去买点东西补补，尤其是小伤。话都这么说了，江东当然没拒绝，转头就把5块钱都给张有福了。人家刘哥都说了，这钱是给咱们分的。分啥分啊？就你伤的最重，最后要不是你豁出去那一下，我们肯定抓不着熊。李柱说的对，这钱你安心拿着。到了张家沟附近，3人下了车，张有福就挥手跟他们提前告别了。等等，你一个人在城里我也不放心，你去制糖厂找江梅，她是我大姑，我的事她都知道，你直接跟她说，她肯定能帮你。江东把分到手的3斤1等肉拿出来，挂张有福脖子上，顺便帮我把肉给他。那就谢谢张哥了，还帮我找了个地，不过我手应该还没残废到拎不动肉。张有福低头看着脖子上挂的肉，这看着跟狗一样。你忘了医生说的话了，快走吧，肉就在脖子上挂着，别用手拎。行吧行吧。张有福嘴上嫌弃，最后还是挂着肉走了。拿到悬赏回村时，恰巧看见沈月拿着啥东西往他家走。你回来的正好，刚刚送信的过来说有你的信，我就寻思顺路给你送过来。来都来了，顺便在我家吃点。好啊，送信的人说这封信可是加急，估计有什么急事，你先看看信吧。江东也好奇啥人会给他写信，打开一看，原来是杜老头。原来是杜老头带的钱不够看病，找他借钱，还说回来以后给他当牛做马还债。是我认识的人缺钱，找我借钱的。借钱？借多少呀？没写，但他是给儿子看病，肯定是越多越好。那你要是钱不够的话，可以跟我说，我这些年给村里干活也攒了点。这杜老头可穷，你借给他，这钱有可能要不回来，要是让婶子知道了，肯定会生气的。那也没事，我相信你吗？再说了，一看就知道你跟他关系不错，你想帮他对不对？既然你想帮，那我肯定也要帮，毕竟我们。沈月蹭一下红了脸，没再继续说。江东一把抱住沈月，幸好已经到自家院子，不用再忍了，脑袋贴着沈月蹭。你干嘛啊？待会被人看见了。沈月推着江东的手没使劲，整得江东心思更飘了，捧着脸就亲了下去。
还得是我媳妇。说什么混话呢？你小子，人家小月还没进门呢，你就惦记上了。任春梅笑着牵着沈月往屋里走，还把舍不得吃的饼干给拿出来了。来，闺女你吃，儿子你去把锅里做着的菜盛出来。江东看着对待差距一时也有点无奈，任命转身进了厨房。这一顿饭吃的满口香，任春梅时不时给沈月加2道菜，在旁悄侧激问。我们家江东也年纪不小了，小月，你家里面对你俩的事咋看的？我爸妈很喜欢江东，他们最近好像也打算先定亲。真的啊？那娘，我们事都板上钉钉了，您别再问了，再问下去，小月脸就要埋饭碗里了。沈月一听耳尖都红了，赶紧把碗放桌上。哼，也不知道我操心这事是为了谁？当然是为了我呗，我全天下最好的娘。吃完饭送走沈月，任春梅还恋恋不舍在门口坐着，眼睛不知道啥时候红了。你这婚事终于是定下来了，等我下去了也能跟你爹交代了。呸呸呸，说啥不吉利的话呢？江东坐在任春梅跟前，他挺能理解任春梅的，他前几年婚，挺大岁数还没个对象，任春梅愁的头发白不少，两人悲春思秋了会。江东想起借钱的事跟任春梅说了，那都是你挣的钱，你想咋花我不管，只要你做买卖这事别被发现就行。好。江东回屋留了20块多钱，把剩下的钱都包进报纸里，又拿了点不值钱的东西遮盖给杜老头寄过去了。寄完信，江东又拎着肉去了公社。张叔又有啥事？以前江东这么喊他，准没好事，不是惹祸了，就是让他帮忙。这紧张干啥？我这不是弄了点肉，寻思给您送过来吗？你有啥事直接说，别整这弯弯绕绕的。嘿嘿，张叔，我想再整2把猎枪，还有手榴弹啥的，您看能安排不？我就知道你小子找我没好事，说吧，是不是给你的兄弟李柱整的？是，除了他还有张有福，他俩跟我打猎，不能连装备都没有啊。行吧行吧，我回头去一趟县里，看有没有好的整2把。对了，你那猎枪不用换吗？江东的猎枪是上个巡林员留下的，有些年头了，要是有多余的我就换，没有就算了。江东掏出10块钱递给张海涛，张叔这事就麻烦你了。你小子这一趟出去到底挣多少？毕竟是熊嘛，给的肯定多，给了30多呢，还有肉，不过我把肉分出点在那边的公社换钱了。江东这谎撒的脸不红心不跳，那村子可真有钱，咱村啥时候能那么有钱啊？张叔你努力努力，实在不行抱个大腿，我看隔壁村就不错。你小子给我滚边去！江东赶紧跑了，走出去金明远脸上还带着笑。孙叔出来遛弯啊？没，我是来找你的。那个啥，小江，我听说你前几天打了一头马鹿，那鹿角还在不在？孙叔你要用啊？我儿子生了病，他们说要用鹿角下药，放心，我给你钱，绝对比公社的收价高。啥钱的不钱的，这鹿角我免费给你割点。孙叔听得眼睛都红了，江东拉着他回家，给他割了手臂大的鹿角。希望张有福回来看见这鹿角不要太惊讶。几天后，张海涛带着猎枪来到了江东家，看见3把猎枪的一瞬间，江东眼睛都直了，手指往上边摸。奶奶的，这好枪，我上辈子都没摸过。张叔，你抢劫去了？上哪整的这好枪？放什么屁呢你？啥情况我也不知道。我前脚刚在派出所那登记完，后脚就有人拎了3把枪过来，说是给你的，连钱都没要。江东一听明白了，估计是孙叔或者他儿子做的，一看外观就知道不是民间自制的，是军队里边出来的。我知道咋回事了。对了，张叔，你咋登记了3把枪？我不寻思看能不能走个狗屎运，给你整1把吗？你知道咋回事？跟我说说呗。江东把孙叔的事给说了，说完没等张海涛说话，就抱着枪蹦下炕。张叔，你慢慢寻思，我去找李柱试试枪。乖乖，这一看就花不少钱。江哥，你简直是我的神，我回头要修个庙把你供上。去，我人还在呢，你供个屁，快点跟我进山去。两人进山打了几个豺狼，只觉得不过瘾，拿着好枪打这玩意有点浪费，要是有啥大的猎物就好了。话刚落，就看见前头有个大东西走过来，定睛一看，这不是豹子吗？腿还瘸着呢，仔细看身上有一块眉毛，看着像18。你个乌鸦嘴，现在好了，大的来了。江东抬起枪对着大家伙就是一下子，回头看见枪眼又损了，转头就跑。快追！江东带着李柱往前追，路上又开了几枪，豹子左跑右跑，江东都被他带迷糊。终于到拐角处，这瘸腿豹子腿不好使，绊了一下飞出去几米。李柱开枪，老大的豹子最后发出一声哀嚎，彻底倒在地上。江哥，他死透了没？不知道。江东找了块石头扔豹子身上，豹子没反应，应该是死绝了。江东抽出小刀刚要上去，一声鹰力从头顶传来，他一抬头就看见特大一只老鹰像个炮弹一样俯冲上级。江东抽出小刀，正准备去处理刚猎捕的豹子，一声鹰力从头顶传来，一只老鹰像个炮弹一样俯冲下来。江东连滚带爬的躲过去，转头看李柱要拿枪打，还打啥打？先跑！刚说完，又有另一只老鹰从天上飞下来，冲着李柱的脑袋就刀下去。江东飞起来，把李柱扑在地上，才逃过一劫。这老鹰都成群结队的，一只老鹰出来，说明附近起码有4、5只。你这时候开枪不是找刀吗？江东一边念叨，一边赶紧把李柱往旁边拉。跑到树后边，那老鹰总算是不刀他们了，而是去刀地上的豹子，轮流刀一嘴下去就是一大
大块肉，看得江东心都在流血。他娘的，这辈子没想过还能被老鹰截胡。李柱一抬头看见头顶上盘旋的老鹰，吓得直往树上靠。我去，江哥，这头顶上咋那么多老鹰啊？咱打得过吗？打，当然得打。这豹子我说啥都不能给他们。李柱，你带火柴了没？带了。江东在地上捡了一捧树枝，又拿了个大棒子，把树枝用火点着，直接扔向豹子旁。灼热的老鹰被火吓走，几只盘旋在天的老鹰发出尖锐声，一听就是警告他们的。江东拎着木棍冲上去，柱子，你先帮我拦着。好。李柱举着石头使足了劲扔到天上，刚好砸在老鹰身上，砰的一声，老鹰掉在地上，仰着个脖子，不知道冲着同伴嚎了啥。下一秒天上飞着，树上站的全都冲着李柱去。江东抓紧用豹子皮下的肥肉抹在木棍上点燃，挥着着火的木棍就往李柱身边跑。刚刚还跟炮弹一样的老鹰看见火也都停下来。江东趁机把火棍塞李柱手里，举着枪连开2枪。3只老鹰摔在地上，翅膀扑腾2下，很快就没气了。剩下的老鹰发出愤怒声，围着2人转，整得李柱手抖不敢停下来，挥着火棍。江东把枪上膛，继续对着手人。有一头老鹰掉下来，一只老鹰彻底怒了，不管不顾俯冲下来。江东赶紧拉着还在挥火棍的李柱撒腿往前跑，又有不少老鹰冲下来，李柱对着身后胡乱开了好几枪，还真打中了几只老鹰，但没打死，反而还激怒了老鹰。树上的老鹰对着李柱冲过去，伸出一对锐利的爪子，直接扣住李柱肩膀，抓出几道血痕，连旁边的江东也被张开的翅膀甩了个大逼兜。李柱不管3掐21，抬手就掐上老鹰脖子，一副要跟老鹰同归于尽的架势，把老鹰扔在地上，见老鹰要挣扎起来，直接整个人扑上去压在老鹰身上。这老鹰挣扎的邪乎，一双翅膀扑棱的虎虎生风，愣是又甩了李柱几个大逼兜。江东拎着火棍对着老鹰脑袋连打好几下，老鹰这才被砸晕过去。李柱这才敢松手，2腿一伸坐在地上，嘶哈嘶哈的摸着肩膀上的伤。奶奶的，这老鹰吃啥长大的这么抗打？别贫嘴了，赶紧去保健站看看，你指不定跟有福一样也得打疫苗呢。看啥看？不用看，我身体结实着呢。少来，必须得去保健站，不然你以后别想跟我打猎了。2人把老鹰装完，又看向被叼了好几口的豹子，可惜了，这豹子被叼出这老多洞，只能贱卖了。江东收拾了豹子，2人带着猎物回村，找村里人全都处理了，又照例给大家分了只老鹰。江保国站在人堆里，嫉妒的嘴都歪了。江东看见他，正好之前的账还没跟他算呢。当晚，江东揣着家里的肉偷摸进了江保国家院子，把肉放他们家仓库里。第2天立马哭天喊的一路跑去公社找张海涛，说吧，咋地了？张叔，你可得给我做主啊！江保国他们家简直是欺人太甚。之前他抢我们家粮食，最近看我打猎发达了，他就让我教他儿子打猎，我不同意，结果他半夜上我家仓库，偷偷在我猎枪上动手脚。江东掐了把自己的大腿里，让自己哭得更惨。我那次可是要去打黑瞎子，就因为他在我上面动手脚，我差点死那。这些我都没跟他计较过，谁知道他得寸进尺，昨晚又偷摸去了我家院子，偷了我家的肉。江东跟眼电视，拍着自己的胸口，鼻涕都淌下巴上。他家简直是没把我家当人看，这一桩桩事情压在我心里头，我难受啊！张叔，张叔，你可一定要给我讨个公道啊！江保国他们一家要上天啊，咋能这么欺负人呢？江婶立马站到了江东这边，在场大多数都吃过江东给的肉，一个是给他们肉的江东，一个是名声本来就不好的江保国，该站谁那边自然不用说。李柱一根筋，看见江东哭得这老惨，他立马就信了，不知道从哪捡了块石头。江哥，你受的这些委屈我不可能让你白受，我现在就给你讨回来去。江东吓得都顾不上眼了，赶忙抓住这虎玩意的手，又看向张海涛。张叔啊，行，我现在就去找他。江保国，刚刚江东举报你偷进他家，在他枪上做手脚，昨天晚上还偷了他家的肉，你咋说？放屁，他有啥证据？他要是拿不出来证据，这就是污蔑。枪的事我确实没证据，但是这肉我可有。江东直接冲进江保国家的仓库，找了一圈，发现昨晚他偷偷放进仓库的老鹰肉换了个更隐秘的位置，多半是江保国早上发现这块肉，但是他没有把多出来的肉上交，反倒是藏起来了。江东捧起老鹰肉放到大家面前，不用他开口，旁边的张大爷一拍脑袋，这不是咱昨天帮你处理的老鹰肉吗？是啊，这膀子跟那老鹰的一模一样。这肉不是我的，我也不知道他啥时候到我仓子里的。哟，咋的江保国，你还想说这肉是自己张腿跑过来的？咱村子这么多人家，这肉怎么就偏偏跑你家去了？咋地相中你了？你这没有你个38说话的份。江婶直接躲张海涛后边去了。大队长，你看他恼羞成怒了，你还不快把他抓起来，万一他待会打人咋整？江东看了叹为观止，要不说江婶的战斗力强呢。江保国气得唾沫横飞，李小芬听见动静出来，跟护崽的老母鸡挡在江保国前头。你们干啥？当官的就可以欺负人吗？李小芬，如果你妨碍我们公务的话，我把你跟你儿子一起抓进去。而且你这样帮不了江保国，反倒会让他判得更重哦。果然能让李小芬停止闹腾的只有2种，威胁到江保国的利益，二是威胁到他自己的利益。刚好现在这俩都占了，李小芬瞬间乖乖住手了。张海涛带着村里人带到临时关押的地方去，解决完麻烦，昨晚的肉也回来了。江东立马把脸擦干净，哼起小曲来了。江哥，你现在还生气不？事都解决完了，我还生啥气？闲了几天，公社来人叫江东过去，进去就看见一个穿着正式的中年人坐在帮助他家割取鹿角用于制的，没想到就收获了个天大的好活子。我叫郑化，是林业局的，是孙老给我介绍的，你说你打猎很厉害。孙叔，又是他。
上次鹿角真没白送啊。对，是我，请问有啥事？是这样，我们目前正打算开发建设大兴安岭，现在是第2个年头，工人们越往深危险就越多，所以我们想找点靠谱的猎人去探路。哦，我靠谱，我现在什么老虎、熊、豹子都打了个遍。既然是孙老开口推荐你，我肯定也是信得过你。这个圈就是这次你们要探路的地方，一定要把危险都清理好。这要探路的地方真挺大，没个7天下不来。成。对了，郑哥，我能带个人去不？当然可以，明天你准备，后天我让车来接你。你小子运气还挺好，回头也替我跟孙叔牵线呗。行啊，不过张叔你可得做好准备，毕竟你没我招人稀罕。上边拉去。张叔，人都说当官的可不能听不起批评。江东说完，立马就跑了，只能听见后边张海涛骂他的鸟语花香。柱子，快去准备，来大活了。啥事啊，江哥？后天去大兴安岭打猎。我听他那意思，不仅有钱拿，打到的东西还能全带走。有这好事，那咱这一趟不得赚发了。要是我发了，我就先把家里的房子修一下，再买个10斤米面粮油。江哥有钱了，你要干啥？在林子里边修个好房子。林子里边修房子？江哥你要隐居啊？隐居个毛！林子跟村总共就那点脚程，算哪门子隐居？我不寻思打猎方便吗？再说了，我现在可是村子巡林员，当然得住近点，有啥危险我不第一时间就能知道。那江哥，到时候我跟有福一块陪你到林子里住去也成，不过这事以后再说吧，你先去收拾行李，多拿点厚的。江东通知完就回去了，到家把所有厚实的衣服都找出来，当天全捂身上了。江哥，我听说你要去大兴安岭，特意用辣椒给你包了点饺子。这老多，你昨晚包到啥时候？没事，反正我冬天也没啥事做。还有这本来是我打算过段时间再给你的，但我听说大兴安岭那地方冷，就连夜赶出来了，你别嫌弃。这有啥嫌弃的？我稀罕还来不及呢。江东笑得直露牙花子，捧着沈月的脸亲了2下，立马就把手套穿上了。嚯，真暖和，不愧是我媳妇做的。说什么呢？我们现在还没定亲呢。反正也快了，仓库里的腿我可都攒着呢。这次回来我立马就去找你爹。那你可要说到做到。沈月小声说完，轻跺了下脚，休跑了。第2天，两人带着大包小包坐上绿皮火车，下了火车又是一路辗转，来到临时搭建出来的小木屋，走进去，几个熟悉面孔立马就让江东闹挺起来了。探路这么重要的活，任红还有杜明富怎么在这？还有那李三也是，看样子还跟杜明富他们聊得挺好。江东，没想到在这还能遇见你，我听说杜哥他们是你隔壁屯子的，大家都认识，你可得多照顾我们。李三一屁股坐在江东身边，伸出手搭在江东肩膀上，看上去好像一点也没因为哪事记恨他。杜明富他们也不知道算计啥呢，眼珠子提溜转，下一秒也坐过来跟他演歌拿好。你3岁小孩出来还让人照顾，要不要我当你妈给你喂奶？江东，我知道你心里边生气，但之前我也是没办法。再说我现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，你总得给我一个机会吧。大家快准备，进3干活，你们尽量组队，不要单打独斗。江东跟李柱组队，李三他们几个没脸没皮的竟然也跟上来了。你们到底干啥？刚才那位同志不都说了吗？大家一起行动比较好，咱们都认识，当然得一起啊。想跟着我也行啊，但有什么后果？任红、杜明富，你们2个知道。江东拉着李柱就走，这回他们终于是没再跟了，继续往前走。江东听见前面有叫唤声，发现几个人被一头老虎追，江东赶紧出手把老虎吸引了过来。那几个人见了，立马开始配合着把老虎给杀了。多亏了你们，不然我们就要死在这老虎嘴里了。我叫吴刚柱，他是周洪良，这老虎给我们留2腿就行，剩下的你们拿去吧。这脸一看就是带头。江东对这安排满意极了，当场掏出刀子就分起来了。路上，江东故意拖着老虎，吸引来几头豺狼，这种小猎物都不用江东出手，李柱就把他们给解决了。也不知道今天能不能遇见大祸。突然李柱叫了一声，他赶紧回头，心脏差点被吓得一哆嗦。天上没啥太阳，林子里边就更暗了。江东一眼扫过去，树丛里边密密麻麻的绿眼睛。李柱冷静下来就要开枪，被江东赶紧拦下来。你傻是不是？这么多狼，你猜是你开枪快，还是他们扑上来的快？江哥，我吓傻了。大头的狼蠢蠢欲动，一只爪子刚迈出来，江东赶紧在头狼前边打了一枪，头狼仰头两下，身后的狼如同海浪涌上来。妈的，快跑！两人跑出一段距离，江东把保险栓拉下来，手榴弹用力往后一扔，两人扑倒在地的瞬间，突然一阵爆炸声，热浪裹挟着尘土朝两人拍过来，身后几只狼被炸飞在地，不知死活。头狼身上都是血，站在被炸出来的土坑后，迟迟不敢上前，但头狼不愧是头狼，很快就反应过来。一声狼嚎，身后的狼越过土坑，个个往江东身上扑。江东赶紧连扑几枪，正中几只狼脑门，但几颗子弹对数量繁多的狼群简直无济于事。一声枪响从山坡上传来，子弹打在头狼脑袋上，头狼晃晃悠悠倒在地上，头狼倒下，剩下的狼瞬间被激怒，冲着山坡上的人跑过去。江东赶紧拉着李柱跑到树后边，彻底安全了，他才向山坡看去，不就是刚才碰见的那群鄂伦春族？江东给枪填上子弹，在树后
人数优势下，狼群总算是认怂了，大部分狼转头跑了。你好，哥，刚才谢谢你了。末日根不用谢，剩下的狼要灭了，不然他们又会报仇。剩下的交给我就行，到时候我拖回来，咱对半分。一说到江东成功捕获了山上的狼群，正准备分配猎物时，却意外得知猎物已被他人冒领。你说啥？狼尸已经分完了，是你同伴过来分走了，说去找你。同伴？谁啊？我除了我身边这个以外，没别的同伴啊。末日根皱着眉，表情很不愉快。哼，撒谎！屋里我看见你们在一块聊天。屋里？江东想起李三他们，脑袋轰的一声。其中有个男的，是不是长得不咋高？大冷天还穿了件棕大衣。妈的，还真是这几个瘪犊子！江东也是气得脸绿了。他娘的，不用想就知道他们肯定是在旁边蹲很久了，说不定还一直跟着我们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最开始那3人对我那么热情，估计是老早就知道我要来，想要蹭东西呢。两人脸拉得跟驴一样，嘴里还骂骂咧咧。末日根再傻也发现不对了，怎么了？江东连比划带说把事情说明白了。末日根愧疚的不行，说话都利落不少。他们没去找你，应该是带着狼回去登记了，我陪你过去。不用，那几个瘪三我们自己能对付，咱先把我带回的狼尸给分一分吧。两人带着剩下的狼尸回了营地，登记完处理的东西，办公桌后边的姑娘从一叠毛票里抽出2张递给他们，当做报酬。两人回了屋子里，就看见坐在角落里的几个瘪三。哟，都在这呢。嘿嘿，当然了，我们都特意留在这等你呢。李三笑着把狼尸拖到江东脚边。这猎物我们中途碰见的，怕你们拿不了这么多，特意帮你们扛回来的。妈的，我是不是还得谢谢你？少跟我扯这些没用的，我就问你，我让你们拿我东西了吗？你们带着我好不容易杀的猎物去登记处冒领工，当我傻是不是？你够了，我们辛辛苦苦帮你把猎物扛回来，登记领几个钱怎么了？我呸！什么帮忙？你们这是偷，是不要脸！你们这些臭要饭的，老子能帮你们是给你们脸，别不识好歹。其他人不说，杜明富，你不像是缺那几块钱的，说说吧，你偷我猎物去登记是为啥？杜明富眼珠子左晃右晃，就是不说。我在林业局可有认识的人，你要不说，我就去问他。杜明富梗着个脖子，就是不出声。江东看了眼一旁的李三人红，个比个沉默。李三还干脆扭过头不看他。江东带着李柱转身出了屋子。江哥，咱去问谁啊？问一开始来接咱们的姑娘呗。你们咋来了？江东也没瞒着把事情说了。我们也不是想来讨啥公道，就是想问问他们这么做是为啥。姑娘脸一变，纠结没开口。看在郑哥的份上，你就告诉我们呗。行吧，那个杜明富是他哥安排过来的，不是为了抓猎物赚钱，是想拿着登记表镀金。至于人红，他就是跟着杜明富来的，没啥特别，镀金里边也没他的份。最后就是李三，他在原来的村子混不下去了，来这块也是镀金的，而且这2年大兴安岭是重点发展地区，他那意思好像是要留在这。真不知道离开后刘旺做了啥，让李三愿意到这苦寒的地方。不过就他那2下子，就算真留来了，感觉也不是啥好事。姑娘，你知不知道杜明富镀完金是要干啥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对了，你叫我银子就行，我同事他们都这么叫，不用一口一口姑娘。行，那谢谢银子了，等回头我打着好东西给你送来点。不用，我不能收东西，要是被看见，同事该传我闲话了。那好办，回头我偷摸给你送点。江东带着李杜离开，两人走在路上还寻思着呢。杜明富他们想把我当垫脚石，真是瘪犊子，回头我得想个招。影子可真好看，嘿嘿。你说啥？没啥，江哥你刚刚说要想招对不对？我陪你一起想。可拉倒吧，就你这出，真想出点啥招，我也不敢用。咱进林子里再打点猎物啊！咱不回去啊？万一剩下的那几头狼也被拉出去登记，可咋整？放心吧，我刚才想着招了。两人一头钻进林子里，打了2头狍子，4只豺狼，回了屋子。出去打猎的都差不多回来了，这回屋子里可热闹，3辆成群围着火堆吹牛大屁。江东扫了一眼，他留下的几只狼果然被冻过为止。再看向杜明富他们，正跟着其他猎人坐在一起吃肉呢。江东偷偷记下了那几个猎人的长相。江东，过来坐。江东立马带着李柱刚坐下，一碗白花花的酒递到他们面前。江哥，你快尝尝，这酒好喝，不仅烈，还有股奶味。这是马奶酒，算是他们的特产。江东仰头喝一大口，一口酒一口肉，吃得正香，肩膀突然被拍了一下，是吴刚主拎着一条腊肉，笑眯眯看着他们。兄弟，你们喝啥呢？这香，正好我带了腊肉，跟你们换点呗。我看你是想过来认识人吧？江东嘴上拆台，但也往旁边挪了挪屁股，给吴刚柱他们腾出地方，顺便给末日根介绍了一下。吴刚柱能说会道的，就算有语言差异也难不倒他，很快就笑呵呵跟末日根聊成一片了。等天暗了，大家也都吃饱喝足，就把火熄灭睡觉去了。江东摸到刚才跟李三他们坐一起的几个人身边，把他们的猎物挪了位置，又悄悄偷了个小的放在李三他们那堆里，重新回到铺子上。江东眼睛一闭，立马睡死过去。等第2天早上，江东睁眼第一件事就是在屋里瞅上一圈，发现有几个人正在点猎物，这是察觉到不对劲了。江东没管，表情也没变一下，走过去招呼末日根。待会一块进山不？不了。行，那我跟吴刚柱他们一起去了。两人收拾完东西出去跟吴刚柱他们会合。进山还没走2步，江东就听见有动静，立马带着一群人走过去，看见一豹子站在结冰的湖边，旁边还有2只豹子仰着脑袋。这是在看天。江东也跟着仰起头，就看见一棵大树，树上一片阴，也看不出啥。管上边干啥？咱先把这豹子给解决了。吴刚柱迫不及待地抬起枪，江东也收回视线举枪，两人对着豹子砰砰来了几枪，豹子身上立马
马出现几个血洞，巨大的身子摇摇晃晃，剩下的那头豹子转身就跑。江东几个围追，冲出去对着剩下的2头豹子又是几枪。豹子发出一声嚎叫，但奇怪的是，豹子没转身跑，也没对着他们冲上来，反倒往旁边跑，狠狠撞到一棵大树上。江东还没想明白，就听见一阵嗡声，抬起头一看，就能看见一个巨大的蜂窝挂在树上，密密麻麻的黑蜂从钻出来，黑压压的一大片。卧槽，快他妈的跑啊！你说道。江东上山打猎时，不料遭遇了一群密密麻麻的黑蜂带着追。卧槽，快他妈的跑啊！一群人跟背过来，脚下噔噔噔就是一阵狂跑，谁都不敢停一下。不行，再这样下去，不是被黑蜂逮着折死，就是跑死。江东一咬牙，掏出一手榴弹，拿开保险，连着2声爆炸熄灭后，黑蜂的嗡嗡声是彻底没了。行了，都回来吧。见确实没黑蜂了，吴刚柱这才放松，给江东竖了个大拇指。你厉害。那咱现在还回去找那豹子吗？这个仔细想想，要不就把豹子留在那，就当回馈大自然了。吴刚柱摩挲着下巴，盯着地上密密麻麻的黑蜂。剩下的黑蜂应该不多，要不咱还是回去一趟吧。别了，这黑蜂太毒了。我表哥就是去山里打猎，被黑蜂蛰死的。为了2头豹子赔上命不值得。吴刚柱虽然是领头的，但是也得照顾同伴的情绪。要不你们先走，我回去一趟。我跟你们一块去吧，总不能让你们俩去冒险，我们等着分豹子肉吧。成。3人告别吴刚柱他们后，江东没急着找蜂窝，而是先回去一趟。江哥，这是干啥？你们找点稻草，打湿了，到时候把稻草烧着烟，能赶黑蜂。记得一定要多找点，而且不能打太湿。对了，顺便再多找几个点火的。准备这么多，江哥你要去掏蜂窝啊？还有我上回的火柴不是给你了吗？对啊，黑蜂蜜值钱，那火柴我忘带了，你们快点去找，咱待会在门口汇合。看不出来，江哥你还有这好招，刚刚咋不说呢？刚才都吓成傻逼了，哪里想得到这么多？再说了，我告诉你了，你能立马掏出湿稻草吗？不能，那就快点去准备，到时候咱3平分。不用，少给我分点就行，这功劳还是你最大。周洪良说完，转身准备去了。李柱看见小跑跟上去，终于把2人给整走了。江东赶紧回屋，见屋里便没人，偷偷把半夜偷的猎物又放回去了。做完这些，又薅了点晚上睡觉铺的稻草才出去。我刚刚进屋又拿了3件衣服，你们待会套头上。又到了马蜂窝，江东爬上树，举着燃烧的湿稻草往蜂窝口对。黑蜂被熏出来，气得嗡嗡叫，又因为烟靠近不了它，带着蜂窝下树后，把蜂窝放到地上后，又拿出裹着油布的木棍，借着湿稻草上的火把木棍点燃。江东把火棍挥得虎虎生风，四周都是噼里啪啦的声音。等听不见嗡嗡声了，他才敢停下。柱子，帮我拿着。江东把火棍交给李柱，在地上捡个小树杈戳了戳蜂巢，没动静，再戳一下，还是没动静。江东彻底放心了，扔下树杈，用手抱起蜂巢。还有点重量啊，应该还剩下不少蜂蜜，要不是在冬天，这里边的蜜能更多。江东拿着小刀现场把蜂巢给分了，周洪良执意在分到的蜂巢上划了一刀，只拿了小半，剩下的全给江东了。这人真老实。一直到晚上，又收获了一大兜子猎物。李柱吭哧吭哧的拽着麻绳拖猎物，脸上笑得合不拢嘴。这么多东西拿回去能换多少钱？你小子在这炫耀呢，是不是？一群人登记完就回屋了，刚进去，江东就听见有几个人围一块地锅。真是奇了怪了，昨晚丢的肉又回来了，这咋回事？那群人也有点猛，但还是你一言我一语把事情说出来了。那人图啥呀？说不定是图登记表上好看哦。登记表那玩意不就领钱的吗？有啥用？这谁知道？不过有一点我能确定，那人肯定没啥本事，不然也不至于来偷咱的。这时杜民富他们仨从外边走进来，江东没再说什么了，揣着都径直坐下了。半夜这回有几个人专门坐在肉旁守着，江东耐心等他们困得受不了打盹，又把昨晚的事做了一遍。这回不少人发现肉又丢不少，一个个开始火了。吴刚柱在那骂骂咧咧，末日跟眼珠带着审视扫过屋里每一个人。其实我有点怀疑，但不知道对不对。你怀疑谁？就那3个人，其中为首的叫杜明富，家里有点权势。来之前我听说他是来镀金的。江东把英子跟他说的加工一遍全告诉吴刚柱了。这瘪犊子不是把咱当垫脚石吗？我还不确定呢，不过我有一个主意，不如咱们试试。下午进山，江东故意留在最后，跟着李柱晃悠悠的进山，一路观察，找到野猪粪，寻到了几头野猪。江东挑了个空地，在地里埋了几个地雷，做好准备后退一段距离。他抬枪对着野猪群一通扫射，把野猪给激怒后，他没着急跑，等确定野猪朝着他们冲过来，才拉着李柱往前跑。很快后边地雷爆了，整个地面好像都晃了2下。等硝烟散尽后，几头野猪血肉模糊倒在地上。这野猪皮真厚，要是换成咱，那几个地雷就够把咱炸成灰了。可惜了，这野猪皮要是完整点，也能卖不少钱。是能卖不少钱，但咱也得有命花啊！行了，咱先回去拿点绳子，好拖野猪。江东带着李柱往前走，等跟吴刚柱还有末日跟他们会合以后，一群人立马折回去，偷摸躲在山坡后面。杜民富他们偷偷摸摸的从树后边窜出来，上去费了牛劲就开始偷猪。现在有了这一次亲眼看见，以前那些肉被偷的锅算是彻底扣在杜民富他们身上。末日跟拎着枪就要追上去，被江东拦住了。他们亲眼看着杜民富他们把野猪拖去登记了地。你们这是干啥？我们干啥？当然是让大家都来看看你啥德行，大家都看看这野猪，我亲眼看见是人家江东打的，他倒好，
臭不要脸的，趁人家不在偷人家猎物来这登记，他还偷了我们的肉。什么？杜同志，这事是真的吗？我才没偷，这肉是我打的。你隔着忽悠傻子呢？我们这么老多人可都亲眼看见了。没错，我们都亲眼看见了。我们这么老多人还能冤枉你？后边的人七嘴八舌的说起来，被吴刚柱派人叫来的人们一听也撸起袖子加入其中，一时间杜民富他们成了众矢之的。任红平时那么狗腿，此时也不敢说一句话。旁边的李三最聪明，弯腰就想跑，但是被末日跟眼疾手快给抓住了，现场直接成了批判大会，动静大的把上边人都给惊动。杜民富他们直接被连大叫一个愣，转头跟杜民富对上眼神，发现这货还有功夫瞪他呢。他回了个笑，故意摆出副嘚瑟样，哼着歌嘴。大兴安岭这伙好是好，就是人太多了，没几天就把画圈的地方都踏。一说道，江东从大兴安岭打猎归来，就将15条腿放满车上，拉着车往沈家走去。还没走到，就看见沈叔他们在大门口等着了。咋这么早就来了？这不心里惦记着吗？沈叔，这回我通过考验了吧？早就通过了。你小子最近变化是越来越大了，比以前更像个男人，这样我也能放心把小月交给你。江东露出大白牙，笑得那叫开心，还起身给沈叔倒了杯茶。来，爸喝茶，把小月交给我，你就放心吧，我肯定给她养得白白胖胖的。沈月刚进屋就听见这话，心直跳，忍着雀跃小步挪到江东身边，眉眼带羞。爸，你之前答应我的。你这丫头这么着急，小心让人笑话。你们也都老大不小了，这婚事也该定下来，要我看不如就下个月咋样？那15个腿就当彩礼了，多的我也都不要。好嘞，江东赶紧答应下来，立马搂住沈月。我巴不得明天就定亲呢。哈哈哈。江哥，你遇见啥好事了？咋笑得这么了？天大的好事，我马上就要定亲了，对象可是沈月。沈月啊，这好事啥时候能落我身上？小月是不可能了，你倒是可以找别人，等回头哥给你留意一下，保准给你找个好姑娘。哥，你要是给我找着了，那你就是我亲哥。先别激动，能不能找都不一定呢。先说说你来找我干啥吧。李柱一拍脑袋，才想起正事，有福回来了，还带了2人正在你家院门口等你呢。江东一听八成是好事，立马带着李柱往家里跑。这就是我江哥江东。张有福看见院外有几个看热闹的，故意说了一句：江哥，这位是梁奎，这位是武报春，我跟他们说你有本事，他们就非要跟我过来看看你。那这是我的荣幸，两位咱进屋聊。把门关严，趁着那2人落座，张有福趁机低声跟江东说：他们都是偷偷做小生意的，低价收东西，再低价卖出去。江东看了他们2眼，听着跟赵东没啥区别，不过张有福能带他们过来，应该是有点不一样的地方。他们跟其他做小生意的不一样，他们有路子，要的肉多，兜里钱也多，就是吧，比赵叔黑了点。江东点了点头，也不忘偷摸瞟一眼李柱。李柱是第一次知道这事，板着张脸站在那。大家都是明白人，我就直接问了，你们出多少钱？梁奎跟武报春对视一眼，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张价格表。江东拿起来一看，是真黑呀，1等肉1斤只给2毛钱，看得他都怀念赵叔了。你们是真心想买货吗？我们当然是真心的，只是我们卖的东西价格本来就都比国营低，也是靠着这点，我们才能挤占一片市场。就是我们卖东西价钱已经很低了，要是在高价收东西，那我们赚什么？这2人看面相老实巴交的，结果一个比一个滑。江东也没跟他们讨价还价，而是直接把谈判桌给掀了。你们要是诚心做生意，就不要浪费大家时间，反正我那堆东西也不是没有人买。小伙子别再着急，你要是对价格不满意，可以直接跟我们说，都可以谈。我当然知道可以谈，可主要是我从你们给的价格上感受不到多少合作的诚意。这样肉我多给你1毛，剩下零碎的也都按原来的收价涨点，咋样？涨得这么利索，八成这就是他们最开始的心理价。江东直接看向张有福，别以为我在这之前没做过调查，那肉你们确实卖的比国营便宜，但也要5毛3呢。可我们那不还有运输成本吗？1斤肉你们就能多挣3毛3，那10斤肉、100斤肉你们能多挣多少？还有那些零碎的钱，就算是把天王老子来运货，都花不了这么多吧？更何况我们这又不是普通的猪肉，还有狼肉、鹿肉，甚至老虎、熊肉都有。我们打这些可是9死1生。没错，而且我们这可不只有肉，还有黑蜂蜜、鹿茸、兽皮，啥珍贵的东西我们都有。不是我们自夸，现在单敢去打熊的猎人都少，别的猎人家东西肯定没有我家丰富。江东带着他们去仓库看了一圈，武报春看见那老大块黑蜂蜜，眼睛都直了。你们想多要票子也不是不行，我们有个条件，以后你这有啥珍贵东西都得第一个卖给我们。1个月最少也得卖给我们1个熊掌啥的。好家伙，直接给江东定上指标了。那得看看你们能给多少钱了。这回武报春2人也不抠了，直接给出了个好价。仔细算算，这回他们基本上只赚3成的差价。果然2位老板一看就是敞亮人，就这价钱了。张有福笑着说好听话，给2人哄得值了。最后定下交易时间，2人就走了。你咋还把人带回来了？他们以后可是要跟咱长期合作的，我当然得带回来给大老板
般长长眼。这称呼要是让别人听见，咱可就完了。这你就放心吧，江哥，要是有人我也不会说这话。张有福说完，看了眼还站在旁边一句话不说的李柱。江哥，他咋回事？没啥，就是才知道咱做生意。江哥你不讲究，咱都玩10多年了，结果这大事有福都比我先知道，你是不是不信我？可拉倒吧，我要是不信你，能带你过来。先别扯其他的，跟我说说现在啥想法。想法就是跟着你多挣点钱啊，正好我那么多肉也吃不完，哥你带着我点。屋里又没人，你这小声干啥？这种话我不小点声说，我心里边不安。对了，江哥，你大姑托我给你带了东西过来。哦，这大闸蟹看着得有4、5斤，他咋给拿这么多？得多少钱啊？放心吧，我过去帮你大姑把那些糖还有她的肉票啥的给卖了，她现在兜里挺富裕的。那谢谢你了，今晚留我家吃螃蟹啊？不用了，我好久没看见我家老头了，得回去一趟。等下，你还有个东西没拿走呢，等着。乖乖，这枪一看就是好货，就算有票子也不一定能拿到。江哥，你真给我了啊？那当然了，不然我把它拿出来干啥？得了，赶紧回去找你家张老头吧。行，江哥，你下回进山记得把我叫上。张有福乐呵呵抱着枪回去了。晚上任春梅把平时舍不得多用的调料都用上，还加了熊肉、鸡爪啥的，炖了一锅肉蟹包。娘，你手艺绝了，我还以为你得清蒸呢。我还留了点放仓子里了，你要想吃清蒸的，我下回给你做。不用娘，你觉得咋好吃就咋做。满嘴喷香，吃完一顿，江东坐炕上靠着牙缝走着腿，惬意不息。突然敲门声从院外边传。你咋过来了？你儿子的病医生咋说的？医生说是什么脊髓炎治不好，现在只做了手术，这样还有站起来的希望，但以后还得按时吃药做康复。他活多久就得吃多久的药，还得定期去医院治疗。杜旺是个好孩子，他说他不治了，可我就这一个孩子，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去死啊。杜叔，你有啥事要我帮忙就跟我说，能帮到的我肯定尽量帮。做手术把我那点积蓄都给花没了，但杜旺吃的药还没着落，我就想着剩下的话，杜老头不好意思再说下去了。下个月的药多少钱？5块钱吧。江东二话没说，直接掏了一张10块钱的票子。杜叔，你现在不容易，这钱你先收着，以后有钱了再还我。杜老头嘴唇都在颤，想说点什么，最后还是哆嗦着手把钱接过去了。杜叔，你接下来是不是还得进山打猎？我娃的治病钱都指望着那大山呢。杜叔，要不接下来你跟我们一块打猎吧，我这队里边除了我，剩下2人都是新人，没啥经验，我现在正好缺个像您这样经验丰富的。行，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个老头子。当然不嫌弃。对了叔，我这里边有个叫张有福的，最近找到了门路做生意，这方面您比我们懂，到时候就拜托您多照顾他了。行，包在我身上。杜老头现在巴不得帮上点江东什么忙呢，爽快答应了。正好我手上还有几个好路子，到时候我牵个线给他认识一下。江东听了乐呵，杜老头在他们这里边绝对是好事。送杜老头离开，江东哼了小曲，点着剩下的钱，有快要到给梁奎他们交货的日子了。梁奎带着2、3个人在后边撑着，最后这老多东西卖了400多。江东拿着钱笑的眼睛都快没了，跟张有福一块分了。李柱带来的东西也多卖了小100，激动的把票子亲了几下。江哥，咱下回啥时候去打猎？我这几天闲的身子骨都僵了。等回去咱准备就进山打猎，不过咱得先去找人家村找杜老头一趟，他要跟咱们一块去打猎。杜老头蹲在地上也不嫌脏，盯着一坨粪便看。这坨看上去估摸是豹子啥拉的，应该刚走不远。那咱追上去，很快就把刚拉完粑粑的倒霉豹子给找着了。杜老头还没忘先前江东拜托他的事，当场就借着豹子交上李柱他们俩。江东没插手，抱着猎枪等在一边，看2人在杜老头指教下打豹子。李柱对着豹子就是一枪，只可惜枪法不是很准。最后张有福又对着豹子打了2枪，豹子才倒下。杜叔教的可真好，他2人还是第一回自个对付着大豹子呢。刚打了一头豹子的2人也是神气死了，走路都能说挺凶的，一人抓着一个豹子腿也不处理，就这么走着。待会要是把老虎啥的给引过来，我看你俩还能不能乐得出来了？那有啥？老虎咱又不是没打过。听得出来，李柱是彻底飘了。真要打老虎，我还真知道哪里有老虎。你们要想打，我带你们过去。这话咣当一下砸出来，立马就把李柱给砸下去了。他也不飘了，走路也老实了。其实吧，我刚才就是说着玩玩的。就我俩这样去打老虎，那不是给老虎送菜去吗？打怎么不打？放心吧，不是还有我跟杜叔呢？我是没意见，反正有江哥在，我总不至于把命丢这。张有福也表态了，2人拉着李柱跟在杜老头后面找老虎窝去了。那窝里边有3老虎，我之前打他们来着，结果没打过。后来我又过去看了几次，发现他们一直没挪过窝。杜叔，还有你打不过的东西啊？不仅有，还可多了呢。我也就是打猎年头多点，说到底就是个老头子。但您可不是一般的老头子，一般的老头子到您这岁数下地都费劲。4人说说笑笑就到了地方，江东立马收起笑脸，严肃起来。他们来的时间也是好，窝里的老虎一个没少，整整齐齐爬在洞前，脑袋埋在驼鹿肚子里边啃。乖乖，这么多老虎可咋整？先整俩陷阱呗，咱们先分开点，之后一人瞄一个，最大的那头2人拿枪打，老虎往哪边跑，谁就把老虎往旁边引。成，我去东边。杜老头拎着猎枪，猫腰走到东边大树躲起来了。等另外2人也都藏好，江东在最大的那头老虎抬头的一瞬间，对着老虎脑袋立马来了一枪，紧接着不敢停下来，又是连开好几枪，击中老虎，下一秒倒在地上，血流一地。这是3声枪响，另外
李柱添了几枪没打中，下一秒存活的老虎冲着李柱跑过去，李柱撒腿就往布置好的捕兽夹跑，老虎被引上钩，眼看陷阱就要起作用了，那老虎突然停下来，低头看了看眼前，最后爪子蹬的一跳，从捕兽夹上便跳过去了。奶奶的，这年头老虎都聪明了，陷阱是废了，江东赶紧给枪上膛，刚要抬起来突突那头老虎，身后一阵劲风扑的江东帽子都动了2下，抬头一看帽子被老虎给咬走了，还带着他一撮头发。他娘的，不会把老子咬秃顶了吧？老子下个月还要定亲呢。老虎秃掉帽子，上面还沾着几撮头发。幸好后来被人看正躺在老虎肚子上，老虎不是只好下一回在地上，江东来不及上膛，抽出腰间的匕首，一个飞跳骑在老虎肚子上，对着老虎脖子。江东不肯松紧，直到老虎彻底不挣扎，他才抽出匕首从老虎肚子上跳下来。再看李柱那头，老虎已经被他们联手打死了。哥，幸好我今天穿的厚，要不我这条腿就被老虎给咬下来了。别说你了，先帮我看看我头顶咋样，帮我看看秃了没。剩下2人也凑过来，3人盯着看了好长时间，谁也没出声。江东的心也慢慢死了。江哥，你节哀。行了，啥都别说了。这破事闹的，江东现在都快闹心死了。处理这3老虎的时候跟泄愤似的。够了，江哥，简单整一下就得了。你再剁下去，老虎肉都剁成臊子了。这老虎个个膘肥体壮，3人处理花了老长时间。头一抬发现天都快黑了，这天一黑，林子里边那些小虫子就冒出来了，四周都是些小动静。天黑看不着道，要是遇见杀毒虫就完了，咱赶紧下山吧。江东自然也同意，就是李柱他俩一看就还在兴头上，那几只老虎给2人打嗨了。有那冲劲留着以后用，先回去。行吧。走了一段路，4人看见前边还有一山洞。江哥，你看这里边会不会有豹子、老虎啥的？江东看过去，发现这洞确实挺大的，指不定真能有啥大货。可抬头看看天色，又有点犹豫。咱去看看，要是真有大货，就记着位置，下回再来。这可也好，江东立马不犹豫，放下肩膀上的东西往前上级。4人小心翼翼往山洞前边走，大货是没看到，反倒是闻见了一股臭味，熏得江东直恶心。江哥，这里边啥也没有啊！我去，那啥东西？咋吓成这熊样？只见乌漆麻黑的山洞上边，成片猩红的眼珠看着他们。江东强压着快要跳出来的心脏，左右一个李柱，右手一个张有福慢慢向后。老天爷啊，这是遇见蝙蝠了，什么狗运气啊！没事，蝙蝠冬眠，一般被吵醒了也不乐意动弹。那就好，我们快走吧。杜老头盯着地面犹豫了一会才点头。4个人悄默地往外走，步子迈出去都不敢踩实，都是垫着脚离开的。要是有人看见了，估计还以为他们是贼呢。差点就被你给害死了。我也不知道里边是蝙蝠啊，我要是知道，就算有100条命也不敢扯着嗓子喊啊。杜叔，你刚刚盯着地面想啥呢？刚刚咱闻见那位应该是蝙蝠的粪便，那个收集起来能卖钱。我寻思等回头蝙蝠睡熟了去捡点。那老臭的玩意竟然能卖钱啊！听见能卖钱，江东还是嫌弃的很，光是在脑子里边回想一下那位胃里就直翻翻。到底是88，卖的钱再多也多不了多少吧？之前老赵收是1块多钱1斤吧？多少？杜叔，你去的时候一定要叫我，我跟你一块捡88。也就明天吧，你要想一起，早上来找我就成。好嘞，明天去捡蝙蝠88，你们去吗？不去。他不去我去，有钱不赚王八蛋。骂谁呢？李柱一听不服气了，挺直了腰板。不就是个蝙蝠洞吗？我去。行，这可是你说的，明天别后悔。 4人到了分叉口，就各回各村了。江东他们到村口的时候，看见一大堆人围在村口。今天这咋这么热闹呢？江哥，我去前面看看。李柱最爱凑热闹，上一秒刚说完话，下一秒人就跑进人堆了。江哥，是你二叔家的那个欠爪子。一听见这称号，江东立马知道是谁了。江树林嘛，他二叔那个不成器的儿子。他干啥大事了？这么多人围着。他打猎去了，打回来了一条狗，还在那炫耀呢。那欠爪子一看就没啥世面，一条狗也好意思拿出来，咱还打了老虎豹子呢，咱炫耀了吗？行了，消消气。可能是3人在这太显眼，被李小芬注意到了。哟，这不是我孙子吗？这一句话给江东干沉默了。虽然按辈分，李小芬确实该叫他孙子，但这话他怎么听都感觉不对劲，咋像是在骂人呢？你来的正好，过来看看我大孙第1天进林子里边打猎打到的几10斤大野狗。李小芬下巴都要仰天上去了，嘴还在嘚吧嘚吧。那教我大孙打猎的都夸我大孙脑袋好使，打清准。哎呀，打了一头野狗呢，这可真是厉害呀！不像我们都遇不着野狗，只能打豹子啊、老虎啥的。江东揉着耳朵不可思议看向张有福，没想到张有福还有这阴阳怪气的本事呢。张有福这一句话说出来，直接给李小芬干沉默了。旁边一脸嘚瑟的江树林也不嘚瑟了。我们为了把这老虎肉跟豹子肉背下来，肩膀都累疼了，腰还酸呢。人堆里不知道是谁憋不住笑出声了。李小芬气得脸五彩斑斓的，旁边江树林嫌丢人，直接甩脸子走了。江东看时机差不多了，也站出来说了一句：“我表哥能抓着野狗是好事，恭喜恭喜！就是可惜我二叔现在吃不着。”一句话下去，李小芬看着都要气吐血，指着江东一看就是要说啥脏话。江东怕再继续下去给这老太太气出好歹来，也不等她缓过劲来，接着骂脏话，扛着猎物就走，走出老远才停下来。江哥，你说千爪子是在哪找的师傅教他？咱村除了咱以外也没打猎的，
肯定是从其他地方找的呗。咱附近这几个村子里边打猎最出名的也就一个杜叔，最多再加个咱们。那老太太不会是找了个半吊子教江树林打猎吧？谁知道呢？不过有人愿意教江树林也是好事，这样李小芬就不会去烦我娘了。江东回家把东西放下，自个去了生产队找人剪头发。给完钱，江东出了生产队，路上碰见沈月，看表情都差点没敢认他。你咋突然剪头发了？就突然想换个新发型了。你呢？你咋来着？这不生产队的小队会计李姐到岁数了，过几个月就要退休了，我想过来试试。应聘会计啊，那这是好事啊。就是这会计李姐，江东听着有点耳熟。等送走了沈月，江东还在琢磨这个李姐。上辈子李姐她老公进山打猎，结果钻进了熊洞没出来，被村里人找着的时候就剩骨头了。算算时间，大概也就是几天后，这是大事啊。不过江东跟李姐也不熟，要是现在去找她老公让人家别打猎啥的，容易被当成神经病，还是等当天再说。第二天，四人进山，轻车熟路摸到昨晚的蝙蝠洞，悄摸的垫脚走进去，再悄摸的偷蝙蝠粑粑。以前我家老头还骂我再混下去以后只能去偷大粪，没想到现在我还真偷上大粪了。别这么说，大粪哪有这么值钱？四人又顺着路走，没看见啥大货，就遇见几只黄鼠狼。这小玩意打着都没劲。吃人家肉的时候，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砰砰两声枪响从老远的前边传来。碰见同行了，估计是任红他们吧。任红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没错，他现在怎么着也应该是在劳动改造才对啊。啥改造？我昨天还看见他猎了头野狗回来呢。啥？另外两人显然也想到了江树林的那头野狗。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你们到底咋了？发生啥事了？跟我说说呗。看杜老头那副困惑的模样，江东把大兴安岭发生的事简单说了下，告诉杜老头。什么玩意？那任红还有杜民富可都在村子呢。哼，肯定是走了啥后门呗。看来人家的靠山比咱想的还厉害。妈的，这咋就这么憋屈呢？他奶奶的，凭啥？三人在那愤愤不平。江东靠着树想着上辈子杜民富的倒台，现在看来靠山这么硬，那按理来说上辈子杜民富不应该那么轻易被抓。等三人发泄差不多了，江东拎上猎枪，咱继续打猎去。江哥，你咋还想着打猎呢？那不打猎咱干啥？去打人？就咱这要啥没啥的，跟人家打啥也不怕到时候都蹲大牢去。也是，走，咱不理他们打猎去。江东带着人继续往前走，土地上一大串脚印立马吸引了他们的注意，又小又密的，看着像狼群或者狐狸啥的。这么清晰的印子，看着像野狗，不，这不对劲。话刚说完，一只飞黄的野狗从林子里边冲出来，张大嘴咬在江东一只胳膊上，四周又是一串低吼声，接二连三的猎狗从四面八方窜出来。好家伙，这是被野狗下套了，这还是2辈子以来头一次。上集，江东被一群大野狗吓到，他抄起石头砸在野狗脑袋上，一只野狗从旁边窜出来，就要咬在他胳膊上，他脑袋瓜子用力往野狗身上一顶，把野狗给顶飞了出去。又有几只大野狗扑过来，一只直接咬在江东胳膊上，幸好砰砰两声枪响，咬着他的野狗直吐。江东立马抄起枪对着其他野狗就是2下子，10多只野狗瞬间就跑了。虎玩意叫啥叫？没看见你同伴都跑了吗？李柱拿着石头在野狗脑袋上比划2下，野狗啥反应没有，就知道要江东，这可给他逗乐了，用小刀从自己包里割了块黄鼠狼肉。小狗过来，野狗闻见味，立马跑过去了，低头就吃。江哥，你看这狗，它还吃上了，还拿肉逗它呢。你忘了刚才它咋咬我的？我这不觉得好玩吗？再说了，这傻狗一看就没东西吃，有了食就不知道咬人了。咋的？你还挺了解它。四人继续往前走，江东看见前边有几只真鸡，眼睛瞬间就亮了。这玩意好好吃，他上辈子吃过2回，现在想起来那味道还会流口水了。快，别让飞龙跑了。看着也就是几只鸟，有啥稀罕的？江东看着真鸡要跑，来不及说话，赶紧打了几枪，5只真鸡齐刷刷倒在地上。江东跑上前，宝贝似的捡起来。这玩意等你回去炖上就知道有多好了。真的？那当然，比家里养的老土鸡还好吃。比老土鸡还好吃？那得好吃成啥样啊？李柱眼睛都亮了，赶紧伸手分了1只。看天色差不多了，几个人各回各村。娘，今晚咱炖飞龙吃。成，你先把东西放桌上。任春梅绣的衣服，头也没抬。江东敏锐察觉任春梅语气不太对劲，往常他打猎回来，任春梅都可高兴了。娘，你今天遇见啥事了？没啥，你有啥事就跟我说，别憋在心里，容易憋出病来。你咋还咒我呢？我说的可是实话，那保健室的医生都说了，事情憋心里边会憋出问题。也没啥，就是我今天碰见你奶了，她说了点我不爱听的话，就说江树林多出息啥的。江东立马就来气了，那李小芬在他面前炫耀也就得了，竟然还跑他娘面前嘚瑟，也不怕老了赖舌头。娘，这是你交给我，等明天的。等明天他就带东西去找江婶他们去。有了这破事，晚上香喷喷的飞龙到嘴里都有点不香了。江东更生气了。开门，快开门！没想到的是，第2天他还没去找江婶他们，李小芬主动找上门来了。没等他过去开门呢，就看见李小芬已经从外边把门给推开了，走进来扯着他的胳膊就把他往外边拖。你干啥玩意？天还没亮来我家撒什么泼？你去救救树林，你有能耐，你是他表弟，你们是亲戚。你清醒点，说清楚了，不然我啥都听不懂，我咋救啊？树林他昨天一早上就跟人进林子了，现在都没回来，你去林子里边救救他。整了半天原来是这事。
我凭啥救他？你是他表弟，你必须救他。你要敢不救他，你以后也别想好过。我就让所有人都知道树林有你这么个见死不救的表弟。江东不紧不慢把院里的小板凳搬过来，坐在李小芬前头，看着他撒泼。你慢慢闹，我看看是你宝贝孙子回来的快，还是你力气没得快。这话一出，李小芬彻底熄火，刚刚的泼妇脸瞬间变得委屈起来。你们俩怎么说都是亲戚，你做人不能这样，不能那样。他们之前差点把我家逼死的时候，咋没见他们想起我们是亲戚？李小芬看见急得够呛，眼泪都要流出来。这都1个晚上过去了，他们要是真遇见啥危险，我现在过去也不一定能救他。那你也得进去找他们，救他们啊！万一他们还活着呢？想让我救他们也行，但总得付出点代价吧？你想要啥？粮食。以前他从我家拿的粮食全都翻1倍还回来。这……李小芬又磕巴起来了。看这样是知道以前江保国他家拿走了多少粮食。说啥都没用，你要是答应我，现在就收拾进山救人；不答应我就回去睡觉了。我答应还不行吗？这还差不多。我回来的时候，你最好已经把粮食送到我家仓子了，不然你就等着跟江保国一起劳动改造去吧。江东这话一出，李小芬瞬间害怕了，唯唯诺诺的点头。离开前又嘱咐了他好几句，看着生怕他反悔，终于把这人送走。江东刚收拾完准备出门，就看见又有人进他家院子里。李姐，你咋来了？江东脑袋里冷不丁想起过几天要发生的事，不会这么巧吧？小江啊，我这次过来是有点事想要求你。我家男人就是你季哥，昨晚跟着江树林进了林子，到现在都没出来。你有本事，我想请你进去找到他。他2人咋能凑一块去呢？我家里有老多粮票啥的，你需要啥就拿走啥。以后要是有啥要帮忙的，也都可以来找我，我帮你。见江东还不说话，李姐一咬牙干脆说：我知道你未来媳妇想要接我的班当会计，回头我帮忙引荐她。李姐，你误会了，我没说我不救，我刚刚就是有点惊讶，江树林跟你男人咋能凑一块去？这话好像戳着李姐见不得人的秘密了，她在那支支吾吾的就是不说。江东见了也干脆装傻不追问了。李姐，你刚刚是说啥呢？我自认不是啥缺德的人，这人命相关，我肯定是要去救的，啥东西都不用给我。而且刚才李小芬已经过来找过我了，我刚准备要进山，您放心，我肯定把你男人给带回来。江东嘴上直接拒绝了，反正到时候他把李姐男人救回来了。李姐看着那条人命，还能真装傻不成？那就好，谢谢你小江。没事，李姐你客气了。至于我媳妇那事，您也不用照顾，我相信我媳妇有那个能力，能凭自己当上。江东嘴上这么说，实际上还是那句话，他不信到时候李姐看着沈月真能啥都不做。这2句话一下来，可给李姐感动的够呛。送走了人，江东带着装备去李柱还有张有福家，把睡得正香的2人给薅起来。2人一听见要去救江树林，那叫一个不情愿，都拉成驴脸了。为了粮食嘛，再说了也不止江树林，那不还有个季书吗？2人听见还有别人，这才不情不愿的跟着江东往外上急。江东带着李柱和张有福上山找人，天还黑着，林子里边更是一点光亮没有。江东举着火把走在前边，江东按照上辈子的记忆一路找着野熊窝附近，洞口黑漆漆的，啥也看不出来，隐约还有细微的动静从洞里边传出来，听着怪瘆人。江哥，他们能在这里吗？挺有可能的，咱先在外边埋几个雷。江东从兜里掏出带来的地雷，选了几个好位置埋下去，又捡了块拳头大小的石头，用力扔进洞里。过了得有1分多钟，山洞里边啥动静没有。江哥，这里边有啥？熊。哥，咱们不是要找季叔他们吗？咋还跑熊窝来了？李柱想起上回打的那头熊，还心有余悸。江东随便扯了个谎。李小芬跟我说，他们昨天出去是要打熊。妈的，真能作死！张有福骂骂咧咧的，还想再说点啥，突然山洞里传出一声哀嚎。里边有人。李柱他们立马被吸引过去，紧紧盯着洞口。黑黢黢的洞口好像有啥东西出来。江东把火把举到前头，借着远处微弱的余光能看见是一个人影在向他们招手。是江树林那货，命可真大，落熊窝了，居然还没死。江哥，咱现在过去救他们。江东紧紧盯着远处招手的黑影，越瞅越是感觉不对劲。不对，那根本就不是啥人影。江东反应过来，直接开枪对着黑影嘣嘣2枪。黑影顿了一下，下一秒四肢着地，直接向他们冲过来。一声声熊吼，震得整个林子都晃了2下。江东赶紧起身，回头见李柱还在那傻愣着。愣着干啥？跑啊！李柱这才回过神，踉踉往前边跑。张有福在旁边想开枪，江东赶紧制止他：别开，再开2枪，这黑瞎子准乱跑，把他引到咱埋好的雷那里去。行。张有福把枪甩肩膀上，2条腿抡得飞快，一眨眼就跑江东前边去了。身后熊还在追，巨大的在地上发出的动静，把树上的鸟都给震飞了。江东脚下一蹦，跳过布置好的雷，等跑出一段距离，确定自己不会炸到，立马停下来，举起枪瞄准后边。谁知道这野熊突然不追了，熊脑袋低头瞅了一眼，四肢着地，在他不远处缓慢走动，龇牙咧嘴朝他吼了一声，下一秒就转身跑了。江哥，现在的黑瞎子是不是要成精了？估计吧，这熊脑袋聪明的都赶上人了。这熊还认识地雷啊？啥？他成精了吧？咋能连这玩意都认识？肯定是被炸过呗。而且你们刚才没闻见，他身上有血味，估计是受了伤。那咱现在咋整？先跟着血看看。江东举着火把一路跟着血走，直到一山坡雪地拐弯了，沿着一条山间小道蔓延。看来没回山洞，得，咱先去山洞看看人还活着不？江东立马拐弯进了山洞里边，那火把一照地上，石头上都是血。乖乖，这人不会被熊给吃了吧？很有可能，要是这熊吃过
过人，那就必须得杀了。江东刚说完，前边传来微弱的声音，就见一个缺了条腿的人趴在地上，仔细一眼，缺的那条腿像是被活生生扯断，还露着骨头，血红的肉身眦不齐挂在上边，仔细一看才发现是人红。你咋成这样了？季叔还有江树林是跟你在一块的吗？听见这两人，人红立马精神了，眼珠子瞪得都快要凸出来。就是他们把我扔在这，丢下我跑了。果然江树林找到那个师傅就是人红，不过既然他俩跑了，那江东也就不用担心了，那老大人了，肯定知道自己往家跑。有福，你先把他送回村子，我跟柱子去追熊。行，到时候你们给我留点记号啥的，我好追上你们。张有福把人红背在身上离开了，江东带着李柱很快顺着血迹追上了熊，那熊正靠在石头上舔伤呢，熊耳朵扇动着，一有点风吹草动，熊就跟鹰鸡一样抬头四处瞅。李柱横接连好几声枪响，熊皮子上多出好几个血洞，但这熊到底是皮实，立马翻过身四处江东突然从另一处出来，直接截断了熊的头，连开几枪，等枪弹的子弹打没了，他把枪扔下，拿出小刀飞扑上去，用力对着熊眼睛扎了下去。大黑熊也一边嚎一边顺着脑袋，厚重的爪子拍过来，江东借力直接跳到熊脖子上，抽出匕首对着黑熊天灵盖又是一刀。奶奶的，这熊天灵盖是真厚。李柱那边也是满膛肉血，巨大的枪声把七熊身上的江东耳朵都要整麻了，再这样下去这耳朵非得聋。都这样了，大黑熊还在挣扎，他趴地上直接翻身，江东被压在熊下边，嘴里吃了一嘴的熊毛不说，少说400-500斤的重量，江东感觉自己的骨头都要撑不住了。关键时刻中大黑熊应声倒地，彻底没了动静。张有福拎着枪走出来，我来的赶巧吧？幸亏你来了，不然江哥刚才就要被压成肉饼了。江哥，你现在咋样？挺好，就是刚才看见我爸在桥上边向我招手了。都这样了，江哥你咋还说笑话呢？李柱从包里掏出张饼塞江东嘴里，我娘昨晚给我烙的糖饼，你吃几口不见？别说这白糖馅就是好吃。张有福走到熊跟前，握着匕首，浑身上下连连都在用劲才把匕首抽出来，一看就紧边了，这匕首是彻底废了。江哥好力气啊！可别提了。江东啃完饼，恢复点了气神。行了，熊也解决了，咱先回去吧。三人拿了条绳把熊绑紧了，拖着回了村。到村口看见李姐站在那四处张望，江东见她一脸急样，有种不太好的预感。李姐，你咋在这站着？季叔没回来吗？他没回来啊。糟糕，预感成真了，不是都从熊窝里逃出去了吗？咋还不知道回家呢？旁边张有福把事情经过简单说了一下，李姐听完急得都要哭了。小江，姐知道你人好，心里边善良，你再进去帮姐找找人好不好？姐求你了。眼看李姐都要给她跪下了，江东赶紧扶着李姐的肩膀，放心姐，我现在就进去找人，您别担心。三人又马不停蹄进了山，这回可难找。听到这个3天饿9顿的60年代，江东靠着前世的记忆打理生活，为了娶上心爱的女人，掏出天价彩礼。江东进了屋，就看任春梅坐在床上点钱，一脸发愁。你说咱这礼金给多少好？给个吉利数呗，我看88就挺好，回头我再进城买点布料啥的就得了。88，这也太多了，就算是刘家娶媳妇也才花10块钱。任春梅嘴里说的刘家是之前村里的首富，后来搬城里住去了。娘，你也不看看你儿子我现在能挣多少，这88算啥？再说了，小月对我情分那可深着呢，我之前混蛋的时候小月都没嫌弃过我，我一约人家就出来，我现在出息了，这钱当然得多给点。任春梅一听，虽然还舍不得钱，但也动摇了，最后叹了声气，把数好的钱推在江东眼前。算了，你现在也长大了，有自己的主意，这事你就自己决定吧，决定完告诉我一声就行。任春梅起身去厨房忙活了，办定亲宴之前，两家父母还得正式见一面。任春梅一大早就开始收拾屋，把平时舍不得穿的衣服给穿上。江东也没闲着，去公社拿肉换了2斤糖根，波波拎回家摆在桌上。江东擦擦手赶过去开门，第一眼看见的是沈烨还有他父母，至于第二眼，江东无语看向站在最后边的李柱跟张有福，这两货一看表情就知道是过来凑热闹的。江哥咋这副表情？难不成有了妹子就嫌弃我们兄弟俩了？江东转头对上沈烨偷笑的眼睛，娇俏的脸上带着红晕，被江东看到心跳都快了，赶忙别开眼睛上前把沈烨他们迎进屋。进门就见满桌子的糖跟波波，看得沈沈眼睛都笑弯了。哎呀，你这孩子都跟你说了不用特意准备，还准备这老多东西，得花多少钱呢？看旁边的沈叔也是一脸欣慰，江东就知道这桌东西没白买。只要您二老喜欢，这点钱算啥？叔婶你们先坐，我去叫我娘。我跟你一块去。你这丫头，哎呀！江东牵着沈烨的手出了屋子，还没走呢。有福跑哪去了？咋说都是江哥的人生大事，我们那当然不能走了。有福去你家仓子找人婶去了。话音刚落，正好张有福跟任春梅从仓子走出来，着急往屋里走。娘等等我俩啊！进了屋，基本上都是长辈交谈，轮不着他们说话，更何况两家都对婚事满意，交谈起来也就方便多了。3两下就把定亲宴还有流程都给定好了。沈沈接过红包，看见里边的几张大票，惊得没控制住，刚刚惊呼出声。沈烨按捺不住好奇也过去看了一眼。咋给这么多礼金？想给就给了呗。再说这礼金多值，这话不知道戳沈烨哪了，瞬间就让他红了眼睛，要哭不哭的看着江东，给江东整的都有点慌，赶紧找纸递给沈烨，嘴上憋半天只憋出一句：擦擦。这么多礼金，我娘他们肯定可高兴了，剩下的就不要再准备了。那可不行，让别人看了还以为我没钱呢。沈沈跟沈叔也回过神，沈叔想说什么被沈沈拍了下大腿。我之前就相中江东这孩子，觉得他有能耐，之前不管村里人咋说，我都没想过要退亲。沈沈笑得开心，话也是张口就
就来。任春梅听了也只是笑笑，没说啥。沈家人脸上带着笑走了，沈月想留下来，结果被沈叔给强行拉走了。嚯，你们聊得可真快，希望我到时候也能这么快就定下来。我记得你跟人家小姑娘连关系都没确定吧？这么快就担心上定亲了？那也快了，我上回去找她的时候，她给我包了一袋馄饨呢。李柱想起那场景就开始傻笑，还是江东看不下去，拍了下李柱的后脑勺。先别想那么多，你们下午有事不？要是没事，陪我进城一趟。行，正好我也要去国营商场一趟。你去国营商场干啥？我听说咱这的国营商场要招工，过去替我对象看看。马上我也能天天看着对象了。我看有点悬，国营商场那么好的工作，咋可能轮到咱们？江东看张有福那笑而不语的样子，倒是猜出来了点。张有福这是找着后门了，有把握。三人进了城，江东到国营商场里买了布料首饰，个个都是挑最好的买。三人回了村，江东把片里放一边，献宝似的把一件衣服递给任春梅。娘，我特意给你买的成衣，你试试。咋还给我买了件衣服？我都这大年纪了，用不着这么好的衣服。多大年纪，你不也是我娘？快穿上试试。江东看任春梅开心的样，心里也跟着开心，又把给任春梅买的首饰掏出来了。我媳妇有的东西，老娘也不能少了。任春梅被哄得开心，笑得跟个老小孩一样。这衣服好，等你定亲宴的时候我再穿。这衣服算啥？娘，等以后我准保让你好衣服多的穿不过来。行，那我就等我享福的那天。